大商朝镇北侯府新房内，木床的咯吱声终于是停了下来。成了我的女人，你总算满意了吧？告诉你舅舅，答应他的我已经做到了。既然娶了你，以后你就老实做我们赵家妇，至于其他的，就不要奢望了。大公子，表小姐又吐血了，请您快过去看看。小珍迅速穿衣离去，秦婉仍躺着，这尼玛太尴尬了，他竟然穿越了。可是你说这穿越就穿越吧，为什么是在洞房的时候啊？还是在大白天？好在他穿过来的时候，那个男人已经结束了，新房里的女子已经不是从前的人了，换成了现代大四机械学院的学生秦婉。平时也是喜欢独来独往的，沉迷于小制作，喜欢借用教室的机器自己制作武器模型玩。受父亲的影响，更是个军事迷。原主也叫秦婉，是个孤女，一直住在舅舅家。舅舅常年在外打仗，因此秦婉和舅母刘氏一起生活。刘氏对秦婉并不好，只有李国柱在家的时候，刘氏才会做做样子，对原主好一些。5天前，原主舅舅李国柱回来，说是给原主找了个婆家，还是镇北侯府的大公子，就这么匆忙的嫁进了镇北侯府。可是新婚夜，原主是一个人度过的，新郎官跑去了表妹的房间，陪了吐血的表妹一夜。3日回门的时候，原主的舅舅叫来了懂人事的婆子，给原主验身，发现原主还是完璧之身。李国柱当时的脸就冷了下来，单独和新郎官聊了一会儿，原主被新郎官气愤地带回了府中，就这么青天白日的洞房了。秦婉现在想来，原主或许是羞愤死的。切，除了是长得不错，这其他方面是真的差。唉，我先苟几天吧，看看赵家能不能待。这若是不行的话，那我便跑路。大少夫人，奴婢可以进来吗？进来吧。走进来2个小丫鬟。奴婢彩环见过大少夫人。奴婢彩萍见过大少夫人。大少夫人，以后奴婢就是您的丫鬟了。大少夫人，奴婢也是。好，你们把房间收拾一下，另外给我准备热水，我要沐浴。秦婉努力搜罗原主的记忆，原主嫁进来3天，除了新郎官，其他长辈都没有见到。新婚夜独守空房，第2日也没有人叫他去敬茶。原主这时才成亲，就成了弃妇。秦婉仔细地思索当前的处境，还要小心行事才行。哎呀，大少夫人真是太可怜了。谁说不是呢？谁不知道大公子爱慕表小姐？是啊，侯夫人又是表小姐的姑母，这可是实打实的亲戚啊！我看大少夫人有苦头吃了呢。你听说了吧？侯夫人本就不满意侯爷的决定，夫人想把表小姐嫁给大少爷呢，谁料结果变成这样。我若是大少夫人，有个参战舅舅啊，就和大少爷和离，再找个更好的人家，可不在侯府受气。你这死丫头，真是口无遮拦，什么话都说。哎呀，咱们快走吧，可别让大少夫人听到。哎呀，这戏演的也太假了吧！这么一出，不用想都知道是谁的手笔啊！看来表姑娘的段位不高啊。不过若是那赵真娶了她表妹，这属于近亲结婚，哼，生出个傻子，那可就好玩了。和离目前是不能和离的，她现在是一个弱女子，出去了很可能会遭遇不测。在她防身的武器没有造出来之前，她是不会挪窝的。表妹怎么又吐血了？表小姐整日伤心，郁郁寡欢，本就瘦弱的身子就要更差了。赵真皱着眉头没再说话，步子却加快了。怡然院，小姐啊，大公子已然成亲，正妻位子没了，大公子的心你一定要抓住了呀。宋妈妈放心，我晓得怎么做。听到大踏步的脚步声，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，霎时间眼中就蓄满了泪水，然后把提前准备好的血帕放好。柔儿，你怎么样了？表哥。赵真的眉头更深了，表妹每次这么喊她，都让她很不适应，有一种想要逃离的冲动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，大公子。大夫来看过吗？宋芷柔伸出手想拉赵真的袖子，但是被赵真躲开了。表哥，你是不是娶了表嫂就忘了我了？表妹多心了。表哥，可是我听说你们圆房了。赵真想到他被迫和一个女人发生关系，心里暗怒，但想到刚才的旖旎，又有些不自然。表哥，你爱上了秦氏？怎么会啊？他不过是一个陌生人罢了，你想多了。表哥，你不完整了，不再是我一个人的了。柔儿，你又咳血了。就让我死了吧，心也就不会这么痛了。把府医请来。大公子，奴婢这就去请大夫。柔儿，
李参将曾经救了父亲一命，这次他那恩情硕士有2家联姻，侯府不能不答应。况且这是父亲的决定，我也没有拒绝的权利。不过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再碰那秦氏分毫。表哥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赵真轻轻地嗯了一声。表哥，你要记得你说的话，不要骗我。你放心。表姐，表姐，你怎么样了？我没事，还是老样子。大哥，你都娶了新嫂子，还来表姐这儿，不是让她伤心吗？很快，府医就来了，给宋芷柔把脉看病，最后只开了几副汤药，也就告辞了。大公子，侯爷有事找你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父亲，你来，我和你有事交代。是，父亲。赵冕看着2人离开，握着的拳头松了又紧，紧了又松。听说你和秦氏圆房了？是。父亲，那是你正妻表面的尊敬给她，至于喜欢哪个妾室就纳进来，就是你娘的侄女。你若是真喜欢，就让你娘找个好日子。好，孩儿都听爹的。不过秦氏那边你也不能冷落了，他舅舅他虽然才是个参将，但是深得齐王看重，而朝中的兵部又被齐王把持着，有了这门姻亲，咱们镇北侯也能缓口气。儿子明白。行了，不说这事了，你这2天先去准备准备，到时候去军营待着。父亲，可是北面的胡人又有了动作。胡人这段日子动作频繁，咱们要做好准备。是，父亲，孩儿知道了。你2弟年纪也不小了，他也想去军营，我今天试了一下那小子的功夫，不弱。2弟有父亲亲自教导，自是不错。这次你离开，你让老2跟你一起走，到时候你多照看点他。是，父亲。彩华，彩华，看来是真的饿了，这赵家也太不地道了吧，这有时候竟然没有叫我吃饭，难道是锁上了？秦婉又用力推了几下，门还是打不开。赵家欺人太甚，哼，我今儿还就必须得吃上这口饭了呢。秦婉来到墙头，算了一下高度，然后后退几步，一个助跑，想要翻上墙头。谁料墙有点高，秦婉没有爬上去。他在院子里四处寻摸了一下，终于在角落中找到了一根竹竿。你摸够了没有？你是谁啊？萧景睿看着没有自觉下去的女人，双手一松。你这人，你松手也不说一声。秦婉慢慢的爬了起来，收着屁股，对着男人的背影问候了几句他的祖宗。这人难道是个丑八怪？为什么要戴着面具啊？秦婉不再管面具男，扶着腰一步一步的向光亮那边走去。侯府春晖园，秦氏怎么没来用餐呢？侯爷，那秦氏是个胆小的，性子温吞，我看他那样，就让他在自己的院子用了。去，派人过去给秦氏送消息，让他来正院来一起用餐。大郎马上就要去军营了，加上今日2弟家和3弟家的都在，一起用餐热闹。站住，不必去了。秦氏的饭菜我已经派人送过去了，现在恐怕他已经吃完了，今日就算了吧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必请了。好了，大家开饭吧。赵真听到他娘给秦婉送饭过去，就不管了。有个红衣女鬼！这人谁呀？我也没见过，一身红真有点吓人。侯夫人，是那秦氏，不是让你们把她锁起来吗？怎么让她跑出来了？奴婢也不知道，不过那院子是落了锁的。赵真这个时候也认出了眼前的女人，她站起来向秦婉走过去。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还有，你怎么披头散发的，成何体统？我饿了，想要吃饭，吃饭。秦氏，你的规矩呢？我叫秦婉，你可以叫我名字啊，你不要秦氏秦氏的喊我。赵真听到秦婉这么说，头一次正眼看秦婉，她突然觉得眼前的女人有些不一样了。好，秦婉，你怎么来主院了？饿了，想要吃饭。大哥，大嫂肚子饿了。来人，给大少夫人看桌。过来吧，一起用餐。老大媳妇，你出来之前怎么没有梳洗一番呢？我自己不会盘饭啊，出来的时候就散了呀。哦，没有伺候的丫鬟吗？怎么还需要你自己动手呢？新房里面一个丫鬟都没有，我出来的时候门还是锁着的。我已经1天没有吃饭了。秦氏，你不要胡说八道，若是大门锁了，你是如何出来的？是啊，老大媳妇儿，我们侯府的院门可是高得很呢，你又怎么能翻得出来？开饭前明明已经跟你送饭过去了，怕不是你看这天黑大公子没回房，就出来寻人来了？啊，是，婆婆教训的是，儿媳知错了。老大媳妇儿，我这不是……三爷不满地瞪了一眼多话的媳妇儿，
秦婉，这位才是母亲，那是三婶。是我认错人了。刚才三婶的语气像是母亲的口吻，我还以为三婶是咱们娘呢，怪不得呢。我还想着咱娘怎么这么年轻。说起来，我加入赵家已经是有几日，还没给父亲母亲敬茶，这不人都认错了，实在是失礼啊。镇北侯也有些尴尬，这事儿是他们赵家失礼在先。好了，都不要再说了。吃过饭之后，老大媳妇就去敬茶。侯夫人不大乐意，她觉得只要没喝那杯茶，就不算承认秦氏的身份，所以才这么不清不楚地关着秦婉。罢了，事情已经成了定局，再想其他的法子。她是婆婆，有的是法子整治秦婉。饭后，秦婉给镇北侯和侯夫人都敬了一杯茶，同时也收到了2个红包。谢父亲母亲。好，起来吧，我帮你收着。这女人怎么那么厚脸皮？秦婉拿过赵真的红包，就知道差距了，因为她的那一份要比自己的厚。秦婉当面就把侯夫人送她的那一份打开了，看到上面只是5两的面额时，母亲真是疼我，给了我5两之多呢。屋子里的众人都默不作声了，侯夫人的脸都僵了。有哪个新媳妇儿不是回房悄悄打开的？她倒是好，当面就给拆开了。徐嬷嬷，这红包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大少夫人，这是老奴弄错了。没关系，5两也不少了呢。徐嬷嬷，还不把我准备的100两的红包拿过来？是，夫人，老奴这就去。赵真，你要送我回去啊？秦婉，我和你说过，成了我的人就安心的当赵家妇，至于其他的，你就不要奢望了。你嫁进来也有几天了，想必我的情况你是了解的，我有心悦之人。哦，你心悦的人是你表妹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就没别的要说的？你送我回去吧，我不认识路。这女人真是……我是你媳妇儿，我每个月的月银是多少？不知道。说完，不管秦婉，大步流星地往前走。走这么快干什么？怎么又突然停下来了？你的性子从前不是这样的。我记得刚成亲的那天，你吓得连一句话都不敢说。秦婉打量赵真的时候，赵真也在仔细地看秦婉。午时回来的时候，她是带着怒气强要了秦氏。当时她只想着完成任务，还有发泄她不满的情绪，因此并没有仔细地端详她的新娘子。现在这么看秦婉，竟然觉得秦婉长得还不错。想到下午的旖旎，赵真急忙打住自己危险的思想。好了，前面就是了，你顺着这条路走就行。说完这话之后，就快步离开了。奇奇怪怪的。赵真急匆匆地去了书房，躺在床上却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刚才看着秦婉的嘴巴的时候，她有一种冲动想要亲上去的冲动。赵真觉得她还是尽快去军营才好，到了军营她就踏实了。赵真没有睡在新房的消息很快就被传到了春晖堂。侯夫人知道儿子和儿媳妇儿没有睡在一起，很满意。徐嬷嬷，明天一早就让秦氏来我这里立规矩。是，夫人。夫人，听那刘婆子说，大公子和大少夫人2人在回去的路上竟然亲到了一块儿。什么？亲到了一起？是，刘婆子亲眼看到的，2人在小道处凑一起亲了好长时间呢。大郎他糊涂啊，他不是喜欢柔儿吗？怎么才娶了那秦氏就被迷了眼了？夫人，大公子刚刚开婚，对男女之事正好奇着呢，这时候可不就稀罕秦氏。哼，男人还真是都是那副臭德行。明天你去看看柔儿好一些没有，要是能起来床就让他来见我。是，夫人。该死！春莎，你都亲眼看到的。宋妈妈，大公子和大少夫人在路上，2人停下之后身子凑得极近，脸对脸好久。虽然光线是暗了，但2人应该好了，不用再说了。行了，你先下去吧啊。是，宋妈妈。小姐呀，依奴婢看，兴许是春山看错了。怎么说？小姐，老奴也算是看着大公子长大的。大公子这人是个冷漠的人，外人很难走进他内心。他和秦氏才成亲，势必不会轻易动情的。是，表哥这人也是很难哄的。宋妈妈，春山是不是说表哥没有留宿婚房？是，小姐，大公子按秦氏自己回的新房。秦婉，哼，别想和我争。宋妈妈，明日你就去姑母的院子，告诉姑母我愿意做表哥的妾。哎，好，老奴明日就过去。翌日，秦婉正睡得香甜，就听到外面的拍门声。来了，你有什么事吗？见过大少夫人，传侯夫人的命令，让大少夫人前去请安。你确定要这个时间点去请安？大少夫人请吧，可不能让夫人久等。
那你等等吧，我换个衣服过来。大少夫人快着些。秦婉这次离开，也把自己的全部家当带上了。当然了，她的钱最多的就是昨日请安得到的红包。秦婉来到主院之后，蔡婆子就离开了。婆婆，婆婆，婆婆，你起来了吗？起来了吗，婆婆？侯夫人睡得正迷糊。夏荷，你瞧瞧是怎么回事？谁在院子里喧哗？夫人，奴婢听着像是大少夫人的声音。告诉她别喊了，安静一些。既然你不让我睡，我也不让你消停。互相伤害谁不会啊？大少夫人，夫人还没睡醒，请不要在院中喧哗。母亲还没睡醒啊！哎呦，怪我了，打扰了母亲的清梦。原本啊，我也是不会这么早来的，是蔡婆子天没亮就去拍门，说是母亲让我来请安，我还以为母亲已经起来了呢。看来是蔡婆子办事不力啊！大少夫人，还请安静的在院中等候。说完，不等秦婉反应，返回了内室。秦婉有些生气，这是一个小丫鬟都能给她没脸了，她现在什么工具都没有，没有硬气的底气，府中没有她的人，若是和这些人动粗，说不定啊，她这小命没准还真能栽在这深宅大院中。不过她也不会一直受人宰割，假以时日，等她武器准备好就不怕了。那秦氏在外面罚站吗？不要给她送椅子。夫人，大少夫人去了前厅，现在已经吃上糕点了。什么？真是个粗鄙的丫头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一个泥腿子的外甥女，能是什么好货色？父母早亡，说不准就是那秦氏克的。如今竟然这么不懂规矩，真是白瞎了我的大郎。哎，我真是命苦啊！夫人慎言，大少夫人就在前厅，仔细听还是能听到夫人的话的。秦婉确实听到了侯夫人的话，侯夫人只是讽刺几句，秦婉又不会少块肉，她自然是不在乎的。大少夫人，夫人请您去内间伺候。好。秦婉进来之后，就看到了正在梳妆的侯夫人。老大媳妇，你来了。母亲安。老大媳妇，你的头发是怎么回事？你已是成了亲的妇人，怎么能如此打扮？母亲教训的是，只是院里的丫鬟消失了，从昨天下午之后就没有见到人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以后要注意你的仪容仪表。是母亲，儿媳记下了。母亲这个妆容格外好看，若是不说您是母亲，还以为您是儿媳的姐姐呢。还是个口蜜腹剑的。不过，他说的也是事实。春娟，你也给大少夫人梳一个好看的发髻吧。是夫人。大少夫人，请坐在这边。秦婉也没有推辞，很快春娟就给秦婉盘好了发髻。徐嬷嬷，把我的首饰盒子拿过来。徐嬷嬷一愣，夫人这是想干什么？难道要送大少夫人珠钗首饰？怎么短短时间，侯夫人又不针对大少夫人了？春娟，这几个给她戴头上。春娟把珠钗给秦婉插上。母亲，你看看我是不是很好看？母亲，这个珠钗真漂亮，是送给我了吗？侯夫人想起来了，这个儿媳妇儿她是要为难的，她要多为侄女儿着想，但是东西已经给秦氏带上了。多谢母亲赏赐，我真的很喜欢。出息！秦婉不管侯夫人说什么，最终是她得到了实惠。夫人可以用膳了。秦氏，你过来伺候我用膳。母亲，你可以叫我秦婉。哼，少废话。侯爷过来用膳吗？下人传来消息，侯爷在肃七院用了，那就不管他。秦氏，你来帮我布菜。布菜？是要给您夹菜吗？大少夫人，你要先站起来，站在侯夫人身边，然后用公筷伺候夫人用餐。夫人吃完了，你才可以吃。你妈，古人玩的挺花的哈，用个筷子夹菜自己都干不了吗？行，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秦婉选了一些自己不爱吃的菜，快速的给侯夫人夹到餐盘中。秦婉忙完，又自顾自的坐下，开始吃剩下的饭菜。大少夫人啊，侯夫人不爱吃白菜，怎么能夹这么多白菜给夫人呢？我也不爱吃白菜啊。母亲多吃蔬菜好，利于健康，还能补充维生素。那你怎么不吃？我看你肉吃得很欢呢。我年轻我不怕，我可以多吃肉的。真是一点食欲都没了，为什么要把这人叫来伺候我？我怎么这么想不开呀？最后呢，秦婉是被赶走的，因为她把热汤又洒在了侯夫人的大腿根上，让侯夫人彻底没了耐心，只得了一个字：滚。秦婉自知闯祸了，同时也吃了7、8分饱，就急忙的告退了。徐嬷嬷，吩咐蔡婆子以后不要去翠玉轩叫人了，也不用秦氏每日来请安了。是，夫人。秦婉离开了主院春晖堂，就溜溜达达的往自己的院子走。路过一个小花园的时候，就看到了2名穿着盔甲的人。秦婉的眼睛一亮，铁，她看到了很多铁。哎，等等我！秦婉，这个时候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赵真，早啊！你竟然直呼我的名字！你不是叫赵真吗？我这么喊你有什么不对吗？总之，不能直接叫我的名字。那你想让我喊你相公？不用了。
还是叫我名字吧。行，以后咱们都叫名字。赵真，你这身衣服真好看，能给我一套吗？秦婉，你是不是傻？我这是盔甲，要去战场上穿的，珍贵得很，还给你一套，你可真敢想。赵真，你要是没有盔甲的话，给我一块铁也行。秦婉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该不会不知道，在大商朝铁是受限制的，需要用铁，还需要官府备案吗？是这样吗？我还真不知道，我就是看你们穿的很威风，也想要一件。哎，这手感真好，一看就是好铁。秦婉，你的规矩呢？还有，这是大白天，别乱摸。你误会了，我是单纯觉得你盔甲很好，有些羡慕，没别的意思，真的。行了，赶紧回自己的院子去。我今天就要去军营了，不要出来找我。你自己待在院子里，没事少出来，也不要去母亲的院子，她不喜欢你。还真不是。快回去吧。秦婉的脸爆红，她刚才真的没有想要勾引赵真的意思，她只是单纯的觉得那铁好。表姐，你为什么要给大哥当妾呢？嫁给我不好吗？我也喜欢你啊。有八卦。但是想到是别人的隐私，秦婉加快了离开的脚步。三弟，我只把你当弟弟的。别叫我三弟，你还没成我嫂子呢。表弟，你不要胡闹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不想看到你。去。秦婉在转弯的时候想快速离开，没想到和跑出来的赵荣碰了个正着。你躲在这里偷听干什么？我可没有偷听啊，路就在这儿，谁让你告白不找个隐蔽的地方？你当我是傻子吗？我看得清清楚楚，怪不得大哥不喜欢你，就你这做派，大哥喜欢你才怪了。三弟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你大嫂吧？见到我不仅不打招呼，还对我大呼小叫的。你们侯府的公子就是这副做派吗？礼仪规矩全无，我今天还真的是领教了。我芷柔见过表嫂，表妹不必多礼。表嫂果真如传闻中的那样，生了一副好相貌。表妹过誉了，嫁进来的第一天就听说侯府有个表小姐，长得甚是美貌。今日一见，表妹果然是绝色天香啊！表嫂这么夸我，我怎么敢当？表嫂，都是我的身子不争气，才打扰了表哥和表嫂的新婚宴。芷柔在这里给表嫂赔不是了，希望你不要生表哥的气，他真的是太担心我了。你妈，这女人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啊！这是赤裸裸的打脸来了。不过，表嫂请放心，我和表哥清清白白，我们什么也没做。表妹不用解释，我明白。啊？明白什么？他不应该嫉妒我吗？表哥心里只有我，新婚夜也能来陪我，他不应该一脸伤心落寞吗？为什么还笑得出来？赵真一看就是生瓜蛋子，其实他那功夫不好。哈，我就不信你不介意。宋芷柔一开始脸上爆红，随后是生气。赵荣刚开始见两人互相恭维，就觉得假得很。可是刚刚他听到了什么？床上功夫不好，说的是他英明神武的大哥，这是他能听的吗？大嫂，表姐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就这样还敢在姐面前嚣张，三弟还真是有趣，跑得像是后面有狗在追他一样。表嫂，我和赵荣有些误会，他小孩心性，你别介意啊。不会，我还有事情，就先走了。表嫂慢走。徐嬷嬷，你说那秦氏是想干什么呀？为什么买了铁锤回来呀？这奴才也想不通呀。你说他是不是不满意我这么快给大郎纳妾，买个锤子对付我吧？不可能，夫人不用担心，大少夫人应该是没那么大的胆子。不行，徐嬷嬷，你再派2个婆子去翠玉轩照顾，顺便盯着点她的动静。是，夫人。另外，再去下人那边选2个粗壮的婆子来我的院子守着。是，夫人，奴婢这就去安排。行了，你快去吧。徐嬷嬷离开之后，侯夫人开始反思自己了。侯夫人突然觉得拿不住秦婉的脑回路，害怕她突然给她一下子，毕竟她的命可比秦婉的值钱。夏荷，夏荷，来，夫人，奴婢在。夏荷，你亲自去把这个月的月银给秦氏送过去。是，夫人。对了，再多送2匹锦缎给她，让她做2身新衣服。翌日，秦婉神清气爽的起来了。王婆子，你力气大，搬砖的活就交给你啦。赵婆子，你人缘好，你和王婆子呢一起去要一些青砖回来，大概也就3000多块砖头左右吧。大少夫人，你要砖头干什么？是啊，大少夫人，在侯府没有侯夫人的允许，是不能轻易搭建小厨房的。放心，我不是要建造小厨房，我做别的用。大少夫人，那也不行，你要做什么必须说的。若是侯夫人不允许，你是不能改造翠玉轩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先去禀明母亲。姑母，表哥真的回不来吗？芷柔，时间太不巧了，你姑父说在边境发现了胡人的踪迹，大郎带兵出去搜寻了。姑母，是不是姑父不同意我进门，才找了这个借口？
芷柔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胡人来袭是大事，怎可玩笑？姑母，我不是有意的，就是我觉得姑父不喜欢我，我害怕他不允许我进门。芷柔，你放心，你姑父是同意你给大郎当妾的。夫人，大少夫人求见，就说我不在，让他改日再来。母亲，母亲，儿媳来见你啦！这该死的讨债鬼！行了，让他进来吧。是。今晚走近之后，见到了宋芷柔。原来宋表妹在这儿，怪不得母亲不想见我。表妹怎么了？难道是大喜的日子要到了，高兴的哭了？秦氏，你来是有什么事啊？母亲，我想要在院里搭个棚子，想母亲同意。棚子？为什么盖棚子？翠玉轩就你一个主子，那么多空房间呢，你换着住都够了，为什么盖新的？表嫂该不会是想要建造个小厨房吧？秦氏，你是想要小厨房吗？不是的，我想要在棚子里盖个炉子。有了炉子，不就是为了小厨房准备的吗？毕竟炉子造好了，再有个锅，那就可以做吃食了。哦，表妹提醒我了，有了炉子，我儿也可以煮点东西吃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母亲若是不答应，那我就不同意将宋姑娘给赵真当妾。母亲若是不答应，那我就不同意将宋姑娘给赵真当妾。秦氏，你说什么？你不同意大郎纳妾？母亲若是不同意我搭棚子，我就不同意相公纳妾。秦氏，你清楚你是什么身份，还不同意？我是他娘，我还做不了主了。是啊，表嫂，表哥娶不娶我，哪里轮到你来质疑？再说，我和表哥情投意合，若不是你从中间插了一脚，我早就是表哥的妻子了。再说了，这个家里都是姑母做主，哪里轮到表嫂发号施令？况且表哥以后就是侯府世子，那以后后院的女人可就多了。表嫂怎么能如此善妒，想独占表哥不成？难道表嫂从前在家的时候没人教表嫂规矩吗？哎呀，我差点忘了，表嫂是个孤儿，规矩差点也在所难免。表妹说错了，若是没有我，你也成不了赵真的正妻。况且娶这个词表妹用不了，我如今是赵真的正妻，娶妻纳妾，在你身上要用纳。表妹说的不错，我是孤儿，规矩是差了点，可表妹父母双全，可整日想的就是自荐珍惜宋家的规矩，我也算是领教了。你全都住嘴！秦氏，我是大郎的母亲，他后院多少人我都能做主，你若是如此善妒，我们侯府可以休了你。休我不行，但我可以和赵真和离。侯夫人愣住了，她竟然舍得大郎。秦婉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，话一出口不能反悔。不反悔，但是侯府要给我一些补偿，毕竟我从前是黄花大闺女，现在成了妇人，侯府要给我经济补偿。你要多少补偿？你们在吵什么？侯爷怎么这时候回来了？你说你想和离？说是侯府容不下我，我可以和赵真和离。我们夫妻一场成亲不过半个月，侯府若是休了我，对我名声有碍，我可以接受和离，但是我不能接受休妻。胡闹，谁说要休你了？秦婉的目光扫向侯夫人，死丫头，这是把战火往她这里引啊！侯爷，没有的事，我没有说要休了秦氏。姑父，是表嫂看不上表哥，闹着要和表哥和离的。既然他瞧不上表哥，您就答应他吧。镇北侯就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宋芷柔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争吵？秦氏想在院子里搭建个棚子做小厨房，我不同意，他就说不允许大郎纳妾。你母亲说的可对。是的，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就想要在院子里搭个棚子，没有别的要求。行了，这事儿我准了，以后别说和离的事了。谢谢爹。行了，你回去吧。秦婉一点都不恋战，于是快步的走出去了。老先生，那莲弩真是你做的？回大人，那是客人来铺子预定的，他提供了弓弩的图纸，小人根据图纸所造。预定的人是谁？在你们那边留下姓名了？回大人，那人自称是镇北侯府的大少夫人。那图纸是他画的？这小老儿就不清楚了。莲弩，以后你们店铺不允许私自打造，明白吗？大公子放心吧，小老儿以后都不会再做莲弩售卖。行了，你回去吧。秦婉还算聪明。大哥，进来。大哥，咱们什么时候回侯府啊？走吧。赵真很想知道秦婉哪里知道如此精妙的武器，更想知道她要武器干什么。春彩，表哥到哪儿了？表小姐，大公子一回府就把侯爷叫走了。也对，姑父见表哥很正常，等表哥处理完正事之后，一定会第一时间来看我的。我离开府中这些天，府中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大公子不用担心，表姑娘的身体很好，你离开府中的第二天，她就能去给侯夫人请安了。这小子什么意思？难道他是在说表妹装病吗？赵真拿不准小安子是不是有意的，不过他在军中确实是问过军医，也听说女子若是总吐血，那多半是病入膏肓之症。可是表妹的病情如此反复，已经好些年头了。赵真想到小时候他嫌弃表妹太缠人，对她就很不耐烦。后来母亲说表妹身子不好，不能如此对表妹，他这才忍着脾气和表妹相处。
时间久了，倒是也处出了感情来了。还有，侯夫人定好了日子，本打算6月18那日给大公子和表姑娘准备婚礼，谁料临近日子联系不到大公子，只能把日期推迟了。少夫人那边就没有什么消息。大少夫人每日都把自己关到院子里不出来，这20多天就一直闷在院子里。哦，对了，府中的下人都传大少夫人整日在院子里打铁，奴才并没有去看过。以后把注意力多放在翠玉轩，明白吗？谁知道大公子你的心意变了呢？听明白了吗？重点关注翠玉轩的动静，尽量也不要让她和柔儿起冲突。大公子放心，大少夫人和表姑娘已经见过了，两人都是客客气气的，况且大少夫人也不是善妒的。前些日子侯夫人大张旗鼓的给大公子和表小姐准备婚礼，大少夫人连一句反对的话都没说。我要纳妾，秦氏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没反应啊，大少夫人还是该干嘛干嘛。怎么没轻没重的？行了，不吵了，把衣服拿过来吧。小安子觉得奇怪，他觉得赵真今天有点难伺候。大公子要去怡然院吗？去翠玉轩看看。到了翠玉轩，竟然扑了一个空，因为秦婉出门了。赵真没有进内室，而是被院子中的小棚子吸引了。这是什么？奴婢也不知道呀，这是大少夫人的小玩具，她每日乐此不疲的哐哐砸着。大少夫人在这儿可以从早上待到晚上，而且她还不允许我们动这里的东西。这秦氏真的越来越可疑了。这个秦氏到底是不是李国柱的外甥女？你怎么来了？你今天出门了？出去了一趟。这里是什么？秦婉躲了一下，谁料赵真的手很快，直接就把箱子拿走了。好精巧的莲奴啊！赵真发现这个和军营中的不一样，要小一些，更适合女子用。你还给我！你们在干什么？秦婉趁着赵真不注意，一个跳起，把莲弩抢到了手中。把莲弩给我。这是我花钱买的，凭什么给你？你每日都在侯府，要莲弩做什么？赵真，你管得太多了。表哥，你回来了，怎么没来看我？表哥，你都不知道你不在府里的日子，我有多想你。你们若是有事可以离开再谈，不要在我的院子里黏黏糊糊的。表哥，咱们走吧，柔儿有话和你说。好。说完就率先往院外走去，宋芷柔立刻小跑的追了上去。秦婉在两人出了院门之后，一秒都没有犹豫，就把大门给关上了。赵真很气愤，难道他是洪水猛兽吗？表哥，你等等我。之后的日子，秦婉的生活没有变，她每天还是待在院子里敲敲打打的。秦氏还是每天都不出门吗？是的，大公子，奴才亲自去听了，到了翠玉轩附近就能听到动静。那他知道我纳妾的日子了吗？大公子，大少夫人好像不大在乎这事儿。那院门虽然整日都关着，但每日还有丫鬟去大厨房的，想必大少夫人知道2日后就是您的好日子。你派人去说一声，告诉他我后天纳妾。对了，说的时候不要告诉他是我交代的，要装作不经意的透露出去，明白吗？赵真看小安子傻呆呆的，不耐烦的道：听清了吗？听清了，我这就派人去办。你亲自去办。好，奴才亲自去。大公子，属下回来了。怎么样？可查到了秦氏的底细？大公子，据属下所查，府中的大少夫人正是李国柱的外甥女，画像已经给人看过，没有错。那秦氏从前的性子如何？李家人对她怎么样？大公子，大少夫人在李家也是寄人篱下，李参将常年在外，他的妻子刘氏只有在李参将回来的时候对大少夫人好些，平日大少夫人几乎是丫鬟的存在，因此大少夫人的性子沉静，平日很少说话。那李国柱就不知道他的遭遇？刘氏这人擅长做表面功夫，李参将或许并不清楚，况且李参将也需要刘氏的父亲帮忙。至于大少夫人的亲生父母，属下也查到了，他的父亲叫秦远林，秦远林和秦远山两兄弟从前经营了一间铁匠铺，8年前因为战乱，秦远林两兄弟都死了，大少夫人被李参将接到了李家生活，现在那个铁匠铺是秦远山的2个儿子经营。怪不得呢，打铁还真是家学渊源。还有其他消息吗？听说李参将提出联姻的时候，刘氏当初不同意大少夫人，他想把娘家的侄女嫁给大公子，只是李参将没有同意。赵真想到如今的兵部刘大人，他觉得父亲若是知道是这个人选，他或许愿意接受。除了这个还有吗？没有了。行了，这事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，大公子。若是侯爷问起来，其他的都可以说，就是刘氏侄女的事情，没必要透露。是，大公子，属下记住了。翠玉轩，今晚因为有了收获，他的心情很不错。之前的子弹都成了残次品，现在终于做成功了5颗，他非常宝贝。这具身体真的是太弱了，看来以后得要多锻炼才行啊。彩华，午饭取回来没有？大少夫人，彩华还没回来，奴婢出去看看吧。行，那你快去催催她，我有些饿了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很快，彩萍和彩环就走了进来。大少夫人等久了吧？我今天在路上耽搁了。遇到什么事情了？我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小安子，他莫名其妙的强调大公子后天就要纳妾了，这事咱们早就知道了，他还特意强调，真是奇怪。
小安子是谁啊？小安子是大公子身边的小厮。行了，不必管了。今天都有什么菜啊？大少夫人，今天还有鱼汤呢，老鲜了。这一路回来，我闻着这香味儿就想快点回来，谁料还是被小安子耽搁了。秦婉也喜欢喝鱼汤，她拿过一勺喝一口尝尝鲜，谁料才一进口，胃部就一阵翻涌。大少夫人，这鱼汤味道不好吗？怎么吐了？这鱼汤不好喝，太腥了。你们要是能喝就全带走吧。彩萍试了一口，不行啊，很好喝啊。三人在房间里的动静全部都被王婆子听到了，脚步匆匆地离开了翠玉轩。什么怀孕？你说的可是真的？真的，王婆子，这不是开玩笑啊，可不要骗我们。据我所知，大少夫人并没请大夫。是啊，她要是怀孕了，应该会告诉表哥和姑母。大少夫人自己并不清楚她怀孕了，我也是今天验证过才确定的。今天大少夫人吐了好些酸水，加上她没有来月事，奴婢有90%的把握。王婆婆，谢您特意来告诉我这个消息，但我希望你这个消息不要再告诉其他人，明白吗？表小姐放心，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嘴严了。好了，你下去吧。人走以后，宋妈妈焦急道：小姐，大少夫人的肚子不能留呀。当然不能让她生下孩子。宋妈妈，你靠近一点。两人嘀嘀咕咕好一会儿。好，奴婢这就安排人办。记住，这事不能让姑母和表哥知道，也不能找侯府的下人做，明白吗？小姐放心，奴婢晓得了。好了，你去办吧。秦婉并不知道她又被盯上了，她下午的时候又开始制作子弹，成品只有5颗，真的是太少了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她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房间，躺到床上的时候，她还是觉得疲惫。不可能吧？不可能吧？只有1次而已啊！看来我得要找个机会看看大夫了。大少夫人，晚饭取回来了。我今天不饿，没有胃口，你们吃吧。大少夫人是不是病了呀？要不要奴婢去禀告给侯夫人，请个大夫来给大少夫人看看？不用了，赵真要纳妾，府中都要为她忙着，现在恐怕没有人有时间去搭理我。彩萍诧异地看着秦婉，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也没那么难猜啊。表姑娘是赵真的心上人，后天就是2人的婚礼，府中的人都忙着呢。至于院子里的几个丫鬟，她们没有离开，不过是为了盯着她罢了。她嫁进侯府本来就是一个交易，等她能够自保了之后，她就会逃出这个牢笼。府中会有很多宾客，那打赏也不会少。从明天起，你们不必闷在院子里，也出去帮帮忙，这样还能讨点赏。谢大少夫人。你们把这个消息告诉赵婆子和王婆子一声，尤其是王婆子，她从前在大厨房做事，现在过去啊，正好能够帮得上忙。是，大少夫人。小丫鬟都离开之后，秦婉看看桌上的饭菜，她一筷子都没有动。若是她真的怀孕了，那么在侯府，秦婉觉得她或许是活不到安全生产，也或许会被去母留子。秦婉想到这些，就吓出了一身冷汗。秦婉正睡得迷糊的时候，就感觉有人在摸她的脸，她猛地睁开眼。秦氏那边就一点动静没有？有动静，我上午去院外听了，还能听到砰砰的打铁声。赵真很郁闷，他不相信秦婉对他纳妾无动于衷，可是从目前的情况看，他确实是不在意他纳不纳妾。大公子，这么晚了，你去哪里啊？不用跟过来。秦婉正睡得迷糊的时候，就感觉有人在摸他的脸，他猛地睁开眼，发现床头坐了一个男人。他快速地从枕头底下抽出匕首。是我，赵真。这么晚了，你来我房间干什么？你喝酒了？喝了。秦婉想也没想，伸出脚，一脚就踹了过去。你喝多了就赶紧回去睡觉吧啊！来我这儿发什么酒疯？你就是这么对你夫君的？秦婉羞窘，这狗男人在挠她的脚心。你放开！你干什么动手动脚的？哎呀！赵真放开了秦婉的脚，开始抚摸秦婉的大腿，身体也逐渐靠近。赵真，你喝多了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我知道。赵真，我是秦婉，我不是宋芷柔。我纳妾，你就一点想法也没有？你不是喜欢宋芷柔吗？赵真很想说，那你就这么大度，但是他没有问出口，继续手上的动作。赵真，你冷静一点，明天就是你和宋芷柔大喜的日子，你忍一忍。你放心，不用你提醒，我知道你是谁。秦婉有点害怕了，这怎么提起宋芷柔都不好使了？这个渣男太无耻了。秦婉开始挣扎起来，双腿也开始乱踢，一下子就踹在了床架上，床和茶几相撞，发出了声响。屋子里的响动让起夜的王婆子听到。你放开我！哎呀，你不要脱我衣服呀！你大少夫人，大少夫人，王姐姐，这咋回事啊？大少夫人房间好像有个男人。都滚开，回去睡觉。嗨，还真是邪门了，不是不在乎大少夫人吗？怎么半夜又来了？门外的4人全部都快速的离开。赵真的脸凑近秦婉的时候，一股酒气袭来，秦婉再也忍不住了，推开赵真的脸，一下子就吐到了赵真的胸口上。你竟然吐了！今晚
我就那么让你讨厌吗？秦婉想解释，但话到了嘴边没有解释。赵真看秦婉一句话都不说，还在干呕，更生气了。秦婉，我赵真不是只有你一个女人。秦婉，今天你这么拒绝我，以后别想我进你的门。翌日，赵真起来之后，脸色还是臭臭的。大郎穿这身衣服才对，才有个新郎官的样子。大郎啊，你这是纳妾，不是娶亲，穿着大红色不妥。大郎穿这身才好呢，成亲的日子不得喜庆一点？住口！什么成亲呢？不过是纳妾，就算不看秦氏面子，也要对李参将顾忌几分。我穿什么样，秦氏也不会在意。今天我就穿这一身。哎，算了，你自己有决定就好。行了，大郎，你快去接人吧。母亲，我走了。那客栈距离咱们侯府不远，你带着花轿在城里多转悠2圈再回来，明白吗？好。早就等候的赵荣脸色也很是难看，喜欢的表姐就要给大哥当小妾了，他这心里心酸的不得了。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大哥，你就一点都没看出来？看出什么？算了，没什么，咱们走吧。赵荣看着自家大哥，忍了忍，还是开口：大哥，你是真心实意的喜欢表姐吗？赵真没有正面回答，喜欢吗？他不是太确定，但是他现在承认表妹比那个可恶的秦婉乖顺多了。问这个干什么？我就想知道表姐是不是因为你是未来的侯府世子才喜欢你的。赵真的脸更黑了，赵真一下子就想到了秦婉，那个女人讨厌她的亲近，竟然还吐了出来，真是奇耻大辱。现在弟弟又质疑表妹对他的感情，表妹当然是因为我这个人，才不是什么身份呢。他现在就要在表妹这里找回面子，给秦氏看呢。偏偏三弟这时候还说这话，难道他一点魅力都没有吗？他绝对不相信，一定是秦氏那个女人有眼无珠。大哥，你能给表姐幸福吧？说完，还特意的瞧了一下赵真的下半身。赵真一下就明白赵荣是什么意思了。你在怀疑我的能力？不是我说的，是大嫂说的。她当着表姐的面说你是个生瓜蛋子，床上的功夫还不行。秦婉真的这么说的？是的，我和表姐亲耳听到的。大哥，你若是身体有毛病，还是不要娶表姐了。闭嘴！我身体好得不得了，你不要听他胡说。赵荣可不大相信大嫂是胡说，毕竟大嫂也是当事人呢。但看到此时赵真像是要吃人一样，他也不敢挑衅呢。苏妈妈，表哥亲事有点怪。大公子不知道怎么了，人一直都心不在焉的，脸上也没有笑模样。苏妈妈，你说表哥今日接亲时不是笑着的？大公子兴许是被什么事情给困住了吧，绝对不是因为成亲不高兴。表哥怎么可以这么对我？他难道真的忘了我们之间的感情？宋妈妈说不好，其实她不觉得大公子对自家小姐情根深重，大公子只是习惯了表小姐的存在。小姐，大喜的日子可不能伤心，该不吉利了。宋妈妈说的对，大喜的日子我不能哭。这一等到了戌时，表小姐不好了，大公子去军营了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这时候去军营？军营那边接到消息，胡人攻占了西乐县，侯爷和大公子全部都一起离开了。小姐，西乐县距离咱们这儿可是不远，这胡人突然出兵，咱们燕北城恐怕有危险了。不行，我得去找公母。秦婉并不知道前院的事，秦婉对赵真没有感情，她今天纳妾，伤心谈不上，但多少是有些别扭的。赵家这个漩涡，她不想趟，可是现在她离开赵家的话，她没有户籍文书，哪里都去不了。一时间，秦婉对自己的未来迷茫了起来。大少夫人，大少夫人，谁？大少夫人是奴婢彩环。彩环怎么了？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没歇下？大少夫人，奴婢打听到侯爷和大公子都去了军营，听说胡人打到了西乐县。彩环，西乐县距离咱们这儿远吗？咱们燕北是府城，西乐就是下面的县城。我打听到3夫人和2夫人的院子都已经动起来了。这个时候收拾东西，应该是防患于未然吧。大少夫人，咱们也先收拾好东西，若是有消息传回来，咱们也能跑。侯夫人那边呢？有什么动静？侯夫人倒是很镇定，院子里静悄悄的。王婆子他们呢？你知道他们去了哪儿了吗？王婆婆和赵婆婆都回家了，他们知道了消息，都回去通知家人了。我是特意告诉大少夫人一声的，一会儿我也要回家的。彩环，多谢你啊！大少夫人也快点准备，等侯夫人那边的消息。哎，彩环，你等一等，我给你个东西。说完，秦婉就跑了回去，拿起一个匕首过来。彩环，这个匕首给你，防身用。谢谢大少夫人。彩环离开之后，秦婉的心有些不安。翌日，秦婉醒来得很早，由于心里装着事，她睡得断断续续。今早，秦婉打算去主院请安，顺便问问具体的情况。大少夫人，你怎么还在府里啊？我不在这儿，在哪儿？哎呀，大少夫人，快逃命吧！胡人打进来了。胡人打进来了，母亲他们呢？夫人们昨晚悄悄地被人接了出去。哎呀，我们这些下人被侯府抛弃了。秦婉说不清是什么感受。大少夫人，快点跑吧，快点出城吧。说完，不管秦婉的反应，直接跑了。秦婉退回到了屋子里，把所有的家当都打包了起来，然后放到了房梁上，武器都背在身上。她不打算离开侯府，就算胡人来了，她也不走。打定主意之后，秦婉直接去了大厨房。
他要看看能不能找到粮食都藏起来。这一找还真找到了不少好东西，当然也在侯府找到了一些碎银子和银票。秦婉能感受到侯夫人他们走得非常匆忙，这可就便宜了秦婉。秦婉刚把粮食藏好，就听到了远处的脚步声。秦婉立即拿出绳子，蹭蹭蹭地爬到了房梁上，躲了起来。房门被撞开，很快几个人在屋子中看了看，就骂骂咧咧地出来了。冷部大人，这里一看就是仆人住的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。走吧，咱们去别的院子搜一搜。是大人。城外，让你派人通知秦婉，你为什么没告诉他？你就算再恨他，也不能要了他的命啊！昨晚镇北侯匆忙集结军队，出了燕北城，大军在五峰县和敌人碰上了，双方正式交手。可是这么关键的时候，燕北知府听到了胡人大军压境，立即弃城逃跑了。赵祯知道了消息，立即派人回到侯府接人，先把亲人接出去。侯夫人接到消息之后，立即把贵重的物品收拾起来，田产、铺子等地契都放好。时间匆忙，侯夫人是让宋芷柔派人通知秦婉的。由于是晚上，还要带着亲近的丫鬟婆子，又不能被府中的其他下人发现，这走的就很匆忙。等到这时，侯夫人才意识到秦婉不在。姑母，我真的不是有意的。姑母，芷柔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狠了？姑母，表哥他太在乎秦婉了，我不能再让他留在表哥身边。姑母，你一定要帮我，这件事不能让表哥知道。你胡说什么？大郎怎么会在乎秦氏？柔儿，不要因为秦氏占了正妻的位子，就编出这个瞎话来。姑母，芷柔怎么会骗你呢？表哥成亲之后的变化很大，恐怕他自己都没有发现。但是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了解他。还有前天晚上，表哥又去了秦婉的院子，他明明答应我以后都不进秦婉的身的，可是明明是和我成亲的前一天，表哥还是去找了那秦婉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姑母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翠雨轩的丫鬟和婆子都看到了，两人在房里的动静很大。姑母，你说我能不着急吗？柔儿，秦氏的事我会帮你遮掩，不告诉大郎。可有一点你要记住，大郎以后的后院不会只有你一个女人。姑母，柔儿，你是我的侄女，但我也要为大郎着想。哪个男人都是三妻四妾的，你也不能指望大郎只守着你一个人过活。姑母，芷柔记住了。那就好，姑母就盼着你能给大郎生个孩子呢。虽然你和大郎没有洞房，但等他把胡人都打出去，回来洞房也不迟啊。侯夫人见到宋芷柔这样，也不再揪着之前的事不放，成了定局的事，再说什么也是于事无补。落入胡人手里的秦氏，就算是救回来，这人侯府也不能要了。秦婉还不知道，她现在已经被侯夫人嫌弃上了。秦婉的打算是伪装成胡人，在燕北城生活。至于秦婉为什么不赶紧逃跑，是秦婉觉得现在在外面逃跑同样危险。她一个弱女子，孤身上路，或许会被别人盯上，更何况她现在还怀孕了，跑也跑不远。秦婉在翠玉轩躲了2天，一直没有被人发现。她现在正对着镜子，把她那一头长发给剪了下来。勉强凑合看看吧。秦婉还没有来得及高兴，就听到了脚步声。她转过头去，就看到了2个胡人。没想到这里竟然还藏了一个女人。是啊，还是个狡猾的女人。要不是看到地上的头发，我还以为她是我们胡人呢。再狡猾也被咱们发现了。渣儿说的对，这女子容貌不错，咱们正好乐呵乐呵。今天便宜咱们了。秦婉的眼神立即就阴冷了起来，她拿起桌上的连弩，就向2人射了过去。渣儿，不要动啊，否则我就不客气了。你杀了渣儿，我要杀了你，替他报仇。秦婉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，子弹快速飞出，直接打在了男人的脑门上。砰的一声，男人的身体瞬间倒地。姑母，咱们现在的速度太慢了，按照这个速度，很容易被胡人的队伍追上。侯夫人也是担心，只要胡人不来，咱们就是安全的。侯夫人曾经听镇北侯说过，这几年朝廷托了军饷和粮草不给北面，几乎是让他们镇北军自生自灭了。这些年，要不是镇北侯又划分出了平民和军户，军队的粮草怕是早就断了。突然，马车一阵晃动，燕北城，秦婉正在砌墙。秦婉毫不犹豫地把大门的这一面墙给堵上了，用相同颜色的砖重新的砌了一堵墙，这样在侯府里一看，完全看不出来这里面还藏了一个院子。2个月后，秦婉就这么在燕北城活了下来。她现在已经怀孕3个多月了，她打算出去买几个汉人的奴隶。秦婉当初杀了2个胡人，从他们的身上搜到了身份牌，知道了2人的身份。秦婉直接不客气地冒充了他们的亲人。她利用了这2个月的时间，快速地学了胡人的话，现在已经可以用胡人的话和城内的百姓交流了。秦婉现在的日子过得不错，是因为她有一份手艺，她会打铁。秦婉自称是扎尔的妹妹，胡人长官也没有怀疑。很快，
秦晚就到了奴隶市场，不过要买人，他还想看看能不能遇到熟悉的人。都老实点。秦晚的脚步一顿，这个人他见过。这人卖吗？你能出多少钱？这些人总得要有价钱吧？你说说看，要是价钱合适我就买。这人5两银子。好，这个人我要了。付完银子之后，脏污的男人才跟着秦晚离开。走着走着，秦晚的眼睛微微眯起。他们怎么也在这儿？一个少年看到秦晚很激动，想开口就被旁边的妇人给按了下去。我想要个女仆，这个妇人不错，多少钱？姑娘，这是一家子呢，别只要这妇人呢。可是太多人了，我钱不够啊。这一家5口，2个半大孩子，我给当1个大人算。这样，你给我18两银子吧。好吧，那我就买了。那这是18两银子。哎呀，这买人真是太贵了，我这钱全部都花光了，以后粮食都没得买了。商贩听到了秦晚这么说，终于是不再说话了。秦晚带着6个人一起离开了。老大媳妇，真的是你！大嫂，见到你真是太好了。你们怎么会在奴隶市场？你们不是一起走了吗？老大媳妇，我们当时不是要抛弃你的，我们根本都不知道你不在路上。看到秦晚没开口，二夫人保证：真的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发誓，我要是撒谎了，就让我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我们都是听大伯母的消息突然离开的，我们家人在一辆马车上，也不知道大嫂没在。大嫂，你怪我吧？这事和你也没有关系，你也不要多想。二婶说这话我信，虽然我只见过二婶几面，也知道二婶是个明事理的人。老大媳妇，你就一直躲在这里，没出去。侯府那边怎么样了？侯府现在住着谁啊？他们怎么会让你住在这里？还有咱们刚才进来的地方，不是侯府的偏门。秦晚就把现在的情况跟几人说了一遍。现在就是这样，你们几个的身份呢是我买回来的奴隶，为了不被发现，咱们都得要小心一点。隔壁也都住了人，咱们做事要小心些。二夫人连连点头，为了保住她的清白和女儿的清白，她身上没有一块好肉。老大媳妇，二婶谢谢你，要不是你救了我们一家，我恐怕也活不长了。赵晴、赵毅，过来给你大嫂鞠躬。不用，二婶，你快带着弟妹都梳洗一下吧。还有院子的空屋子，还有你们看着呢，选着住吧。老大媳妇儿，那我们就回去了。二叔二婶，现在家里的东西不多，当初都被胡人搜刮走了，所以家中情况不能和从前比。老大媳妇，不用你多说，我明白的。秦晚想了想，又转身回到了房间，把从前买的衣服拿出来2身。二婶，这2身衣服你和赵晴穿吧。谢谢老大媳妇。谢谢大嫂。二房很快就离开了。原本赵荣也想走的，但是看到一个陌生脏污的男人，他又不动了。这个人是大嫂先买的奴隶，他可要帮着大嫂看着他。你是谢公子？你认识我？咱们见过一面。你是赵真的妻子？哎，你叫什么呀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？你不是燕北城的本地人吧？我从小在燕北长大，都没见过你。我叫谢玉安，祖父是当朝太傅谢宗清。太傅？你就是谢玉安，京城的3杰之首？恐怕以后就不是了。我记得你不是考上了状元吗？你又为什么出现在北地？原本我在翰林院做编修官，今年家父病逝了。赵荣明白了，这是亲人去世了，丁忧了。只是这小子也是够倒霉的了。那好，赵荣，你带着谢公子选个房间吧。好的，大嫂，谢赵夫人搭救。秦晚摆摆手，然后直接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他现在领回来了6个大活人，这粮食的需求一下子就提了上去，以后还得想想怎么赚钱。人怎么会丢？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？大公子，不仅大少夫人不见了，在路上3公子和2房的老爷、2夫人都在路上丢了，失去了踪迹。行了，你下去吧，这事我知道了。赵真大概能猜得出秦晚的事，他觉得是母亲不喜欢秦晚，特意漏下了他。侯夫人还不知道呢，这一口口的大锅全部都扣在了他的身上。小安子，你去把景瑞叫来。是，大公子。很快，萧景瑞就走了进来。这是家信，你看看吧。萧景瑞也没有客气，直接拿过了信，看了起来。赵荣丢了，胡安仇是怎么做事的？我怀疑3弟被胡人抓走了，还有一起失踪的二叔一家。除了找3弟和二叔之外，也派人找一下秦氏。母亲这次估计把他抛下了，他或许还在燕北城。赵真说到这里的时候，心又沉了沉。一个弱女子留在了被胡人攻占的城池，后果可想而知。赵真想到这里，不敢继续往下想下去了。若是秦氏还活着，不管他遭遇了什么，都要把人带回来。好，我记住了。行，那你收拾一下，在军中挑一些好手，跟你离开。是。萧景瑞离开之后，赵真一直关在屋子里，没有出去。他的心里很矛盾，又有些痛苦。她是他的妻，他没有保护好她。燕北城，我占了城东的铁匠铺，以后3弟和二叔2人要和我一起去干活。行，我今天就和你一起去。二叔不着急的，你们身上有伤，我去给你们抓几副药回来。阿婉，你看看能不能买到祛疤膏？晴儿头上的字，我想看看能不能去了。她带着这个字，恐怕以后就毁了。二婶，我去药铺问一问。不过这里的大夫没有咱们汉人的医术高，要想除去妹妹的伤，恐怕还得要咱们回到中原才行。阿婉，我明白，问问就行。你们也都别担心，胡人占不了燕北城多久，大哥会打回来的。今晚吃完早饭之后，就一个人出门了，来到了铁匠铺。刚把门打开，就来了一个客人。老布大人您来了，快请进。听说你昨日买了些奴隶？
这个铁匠铺就我一个人做，太累了。我想要买几个奴隶当帮手，我以后呢也能松快松快。大人，可是我买的人有问题，若是大人想要带走，那得要再给我银子才行啊。那6人可是花了我23两银子，大人你都不知道，他们身上还有伤，我买回去啊就后悔了呢。我现在还要给他们买药，又是一笔钱，我可真是亏大了。大人，要不然你给我换一些身体好、强壮的回来。扎琴啊，我没有带走他们的意思，我只是想着你一个弱女子带这么多汉人回去，不放心，问问。朗布大人，我选那几个啊都是不会武功的，他们在我面前还不敢造次。过2天他们就来铁匠铺帮忙了，朗布大人你也可看看他们。看来是我多虑了，这就是扎尔的亲妹子，这性子都这么像。当初他拿过来的东西确实是扎尔的，因为那玉佩还是他赏赐给扎尔的呢。扎琴呐，你的那个马蹄铁还有几副？朗布大人，稍等，我这就帮你拿来。好。很快，秦婉就抱着一个木匣子走了出来。大人，都在这儿呢，就我一个人，速度要慢一些。扎琴啊，这马蹄铁真是太好用了，给战马装上，他们的脚磨损的都少了。四王子知道以后满意的很，就是你这么小的铺子，速度也慢，我想报你的名讳都不成啊。大人，马蹄铁怎么是我发明的？明明是大人发明的呀。扎琴，你很不错。大人，我这店里啊，以后都不会再出现此物。朗布见秦婉这么上道，满意了。大嫂，你中午怎么没回来啊？我都想出去找你了。是我劝着三郎，没让他出去，不知道外面的情况，出去不好。别担心，我在外面好着呢。我冒充了一个士兵的妹妹，她的长官对我很好，他们也都以为我是胡人。阿婉是个聪明的，想到了自保的法子。二婶，你把这个药给熬了，给大家给喝了吧，这些都是治疗外伤的。二婶，我去问了祛疤膏，药铺那边没有。这里的大夫是胡人，和咱们中原的大夫不一样。二婶，等以后咱们回了中原，找大夫啊去掉疤痕也是可以的。晴儿现在还小呢，以后还有机会。二叔、三弟，你们明天呢就和我去铁匠铺吧，上面知道我买了人，带你们出去给他们看看。大嫂，那些人怀疑了吗？没事，你和二叔都是文弱之人，也不会武功，没事的，不怕查。在燕北城认识我和三郎的人不少，若是被胡人知道了我们的存在，恐怕会拿我们要挟大哥。二叔说的不错，这是个问题啊，我从前忽略了。赵荣留下，我和你去吧。也行，你看着也挺文弱的，也不会功夫。这女人是不是在嫌弃我？大嫂，只有谢玉安一人行吗？先就这么办吧，实在不行呢，我就说你们没熬过去，死了。大嫂这是多不想我活呀，这话说的真轻松。我和三郎不能多露面，其他人倒是无妨。我们在燕北城多年，还是大哥的家人，就怕敌人那边有了我们的画像，到时候来抓我们，或者是有侯府从前的仇人，认出我们就不好了。糟糕了，这几个人还真不是一般的麻烦呀！这一刻，秦婉有点想退货了。爹，我想过了，咱们现在和敌军僵持，对我军十分不利。朝廷迟迟没有派出援军支持，恐怕是想让我们镇北军独立抗敌了。爹，朝中到底是怎么想的？难道北地他们就不打算要了吗？哼，如今圣上昏迷，晋王和齐王两人都把目光对到了太子的身上，兵部被齐王把持，太子势力都是文臣，太子恐怕斗不过齐王和晋王，往后的日子呀，恐怕要乱了。爹，我听探子禀报，东突厥也在蠢蠢欲动，若是他们和鲜卑联合，那咱们可就被动。东突厥若是插手，恐怕要从定壤郡这边过来。李国柱率领的大军在雁门一带，应该能帮着咱们。赵祯想到收到书信，咬了咬牙，还是说了出去。爹，娘那边来了信，送到了我这里，说秦氏丢了。丢了？怎么会丢了？你当初不是派兵去接人了吗？爹，我娘离开的时候，应该是没带上秦氏。蠢妇，蠢妇，简直愚不可及！不行不行，秦氏得快点找到，还有要对李国柱那边隐瞒，不要让他知道一点风声。爹，我已经派了表哥前去燕北城寻人。景睿稳妥，派他去可行？爹，除了秦氏，三弟和二叔一家也在路上失踪了，现在下落不明。镇北侯闭了闭眼，后悔已经晚了，当初就不该任由宋氏胡闹，若不是那场婚宴。唉，镇北侯想到这里，停止了后悔，于事无补的事多想无益。大郎，你对现在的形势有什么好意见？爹，我想率领1000骑兵从安乐郡出发，从这边走，直接攻陷鲜卑的腹地。大郎，这事若是成功了，可解了当前的困局；若是失败了，你就……剩下的话，镇北侯没有说出口，两人都知道失败意味着什么。爹，当前只有这个法子，战事拖久了，对咱们镇北军不利。更何况如今已经入秋了，正是秋收的时候，咱们在北方种的大片农田不能便宜了胡人，还有军中将士的家属留在胡人的地盘，咱们要快些把那些百姓救出来。好样的，你想得很周到。爹，那我今天就去清点兵马，随我出征。燕北城，秦婉正在房中换衣服，二夫人就带着新做好的衣服走了进来。阿婉，你看看我给你做的礼衣，你喜不喜欢？二夫人看到秦婉的肚子，阿婉，你的肚子，你怀孕了？哎，有了宝宝。阿婉，
你吃苦了。二夫人抱着秦婉呜呜咽咽地哭了好久。阿婉，你放心，这事我会帮你瞒着，咱们谎报一下月份，就说是大郎的，给孩子一个身份。二婶，这就是赵真的孩子，是大郎的孩子？当然，现在已经4个月了。4个月，算算日子，对得上，对得上。算着日子，你怀孕了，为什么没告诉大嫂啊？那时候母亲正在给赵真准备纳妾，府中也是忙碌，我也才怀孕1个多月，还没有来得及说，胡人就打了进来。是啊，大嫂那时候哪有心情管你呀？秦婉确实不大喜欢侯夫人，从前是对她无感，现在是更讨厌了几分。你说你这孩子怀孕这些日子还去铺子打铁，怎么行呢？二婶，孩子很乖的，我一点事都没有。那也不行，等到了5个月的时候，孩子就会疯长，到时候你出门了都注意些，更别说还打铁了。从今天以后，你老实一点，听我的话。好，听二婶的。不知道你怀孕了，这里衣恐怕是穿不了了。我生产之后再穿也好。不行，我得把你怀孕的好消息告诉大家。二婶不用了吧？阿婉，你知不知道，就是你瞒着我们，我刚刚还怀疑你被人欺负了，怀疑这孩子是胡人的孩子呢。二婶，谢谢你啊。谢什么？阿婉，你现在和晴儿在我心里的地位是一样的。秦婉温柔地笑了出来。来到大商朝几个月，她第一次觉得不是那么寂寥。大家听好了，我有个事要宣布。二婶，是什么事儿这么隆重啊？娘，什么事啊？你们听好了，阿婉怀孕了，你们以后不能再让她打铁了。大嫂有宝宝了，真好。什么？大嫂怀孕了？大哥不在这儿，大嫂怎么能怀孕？说完，目光在院子里来回巡视。死小子，瞎看什么？赵荣急忙扭头，越过赵二叔，目光死死地定在谢玉安的身上。你看我干什么？你不问你大嫂怀孕几个月了吗？阿婉已经怀孕4个多月，在侯府的时候就发现了，那时候正逢大公子要纳妾，阿婉就没来得及禀报给大嫂。那太好了，大哥有后了，我要当叔叔了。嘿嘿。秦婉看着笑得傻乎乎的赵荣，突然觉得侯府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坏人。行了，为了庆祝这个好消息，晚上做点肉菜，正好阿婉买了兔子回来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娘！赵南燕不管孩子们的欢呼，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她拿起了剪刀，在铜镜面前也把自己的头发剪了。她走出来之后，吓了赵荣一跳。二叔，你的头发……换个装扮，以后我也去铺子，不能把家庭重担都压在你大嫂身上。二叔说的对，我也要变化一下了。于是赵荣也改变了发型。秦婉没有想到，只是把她怀孕的消息告诉众人，就这么大的变化。不过这个变化她喜欢。朗布大人，今天是有什么需要吗？扎琴呐，我和你说个消息，到了秋收了，今年占了的良田。朗布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看到秦婉圆润的肚子。扎琴，你好像越来越胖了。朗布大人，我是怀孕了，所以才胖的。什么？你有了崽？是谁的？是他的。我看这人长得好看，就把他给睡了。被喜当爹的谢玉安傻眼了，他招谁惹谁了？为什么要赖在他身上呀？你动了扎琴妹子？他想说不是我，但是话到嘴边又改口了。大人，饶命，饶命！哎，朗布大人啊，不，咱们这么熟了，我就叫您朗布大哥吧啊！朗布大哥，不是他占了我便宜，是我看上的他，我把他睡了才我的崽。他一个小弱鸡，哪有我们草原儿郎鹦鹉？扎琴啊，你的眼光太差了。朗布大哥，我就喜欢这种细皮嫩肉的。行了，我走了。朗布大哥，哎，你之前来找我说什么秋收来着？是什么事情啊？你肚子都揣了崽，就不适合参加了。秦婉点了点头，没有继续追问。等把人送走之后，秦婉的笑容也收了起来。你刚才怎么能那么说？对你的名节不利。是啊，大嫂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可是大哥的呢，你怎么能乱说？还有，你就应该穿得厚一点，就说你吃胖了，不要说你怀孕了。你是不是傻？你没看出那个朗布看上我了吗？啊，看上你？怎么会？然后忽然发现，忽略发型，这个大嫂长得还不错。不行，这燕北城不适合咱们再待着。若是能离开燕北城就好了，咱们可以去穗泰城找大哥。若是离开这里，就要找机会了。行啦，现在先别想了，咱们晚上回去想办法。晚上，秦婉把白天的事说了一遍。现在我觉得再留在城中，或许不是好的选择。阿婉，那个胡人长官真的看上你了？他或许对我有那么点意思，但啊，这不是我计划离开的目的。咱们不能一直猫在燕北城，一直受到胡人的压迫。老大媳妇说的对，咱们不能坐以待毙。都说出去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咱们这些人哪有会功夫的人呢？都怪我过去要勤快一点，学点武功就好了。你现在说这个也是无济于事，还不如好好的计划一下。计划？你倒是拿出可行的计划呀！你们看一看，这是胡人每日巡查街道的时间表，还有，这是从咱们家到铁匠铺的防守部位图。咱们要想离开燕北城，首先就要不惊动这些人。若是这样，咱们想要出去，难如登天呢。还有，就算到了城门口，咱们也出不去，城墙那么高。是啊，咱们没有马车，还有孩子，阿婉又怀孕了，咱们跑能跑多远呢？二婶，你别急，我倒是有个主意。
大嫂，你有什么法子？今天你们是不是也听到了那个朗布提到的秋收？听到了。大嫂，这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是说，咱们可以借着去田里收粮食的关卡混出城去？这是最有可能的法子。现在到了秋收季节，胡人占了燕北城，城外那些良田的粮食啊，都是他们想要的。现在胡人大军还在和镇北军对敌，那么收粮的事一定会落到汉人的奴隶身上。老大媳妇儿说的对，咱们要想出城，就要抓住这个机会。那晴儿和叶儿怎么办？他们也能出去吗？娘，我不想和你分开。放心吧，我们要走也是一起走。叶儿和晴儿都不小了，事半个劳力。我明天呢去打听看看，问问具体收粮的情况，还有一家人可以出去多少人，这些都要打听清楚。咱们要制度些武器，既然打算逃跑，那逃跑的时候一定有追兵，咱们没有武器根本跑不了。武器我有，我这就拿出来给你们看看。秦婉把自己打造的连弩拿了出来。你有这连弩？这3把是我做的，这把是之前定做的。我曾经也有过一个，但是在路上丢了。你怎么会做的？你定的那把是根据我的图纸做的。谢玉安没有想到秦婉还会这一手，多看了秦婉好几眼。赵荣看着秦婉，又看看谢玉安，突然有了些危机感。他的大嫂是不是要跑了？不行，他得替大哥守住大嫂呀。大嫂，你和谢大哥从前认识？只有一面之缘。我曾经在铁匠铺定制了一把连弩，只是今日才知道是赵夫人的巧思。阿婉，这连弩是怎么用的？你示范一下。二婶，我来教你操作。有了连弩，咱们女人也能自己保护自己。秦婉给二夫人演示了一遍。二婶，这连弩最大的优势就是不费力，女人也能够用得很好。好，我试一下。现在只有4把还不够，要再做出来1把或者是2把才行。咱们大人一人1把。时间或许是来不及了，咱们得要多做一些剑旋才行。到时候我跟在二婶身后，让二婶保护我。不行，最后那个给阿婉留着。二婶，你留着防身，我还有匕首。匕首哪行？二婶，你看我现在肚子哪还能用武器啊？好，那我就拿着。郎布，你还真是个蠢蛋，看上的女人竟然都能怀上别人的崽，还真是可笑啊。郎布，你若是真喜欢那女子，管她有没有娃娃，抢过来就是。那孩子生下来也可以当你儿子。胡人并不在乎女人的贞洁，他们这里父亲或是兄弟死了，他们的妻妾都是可以接收的。扎琴是扎尔的妹妹，我要征得她的意见才行。没胆就是没胆，还找那么多借口。再说扎尔也死了，你怕个球啊！扎琴还真是胆子大，看上了汉人的小白脸就直接强上了，像咱们草原的姑娘。我的事不用你们管，你们少掺和。还有，不准再提扎琴。众人看朗布是真的怒了，也是乖乖的闭嘴了。请问你找谁？扎琴是我。朗布大哥。是我。扎琴，你过来一下，我想单独和你谈谈。你们先看着铺子，走吧，朗布大哥。赵荣看到秦婉就这么跟一个外男走了，很是担心。谢大哥，我大嫂一人过去会不会有危险？谢玉安沉默着，好久没有开口。谢大哥，你听见我说话了吗？不让他一个人去，你有能力带他出去吗？一时间，赵荣也沉默了起来。他必须要快点学本领，不仅要自保，还要保护大嫂。扎琴，你发现我的变化了吗？朗布大哥怎么把胡子剃了？都没有从前威风了啊！以前的我很威风。是啊，带着胡子的朗布大哥很威风，一看就是我们草原的汉子。你喜欢带胡子的，为什么又看上了那个小白脸？这不冲突啊！我没有家人了，但我想要个孩子，那个汉人好拿捏，我就选了他。不是因为你喜欢他？不是。朗布很激动，联想到秦婉说他很威风，刚想问秦婉喜不喜欢他，就听到了让他死心的话。我不喜欢任何人，我只要我能控制的人罢了。哥哥不在了，莫尔扎家族需要有继承人。扎琴是把自己当成了莫尔扎家的男丁看了。朗布大哥，我听邻居繁花说，每家可以出奴隶去城外收粮，还有粮食分，是真的吗？朗布看着秦婉湿漉漉的眼睛，心中柔软，他可以慢慢来。四王子有令，燕北城外的所有粮田都要快些收割回来，防止镇北军突然出现和咱们抢粮。该死的汉人，不能让他们和咱们抢粮食，粮食是咱们胡人的。朗布大哥，我和我买的汉人奴隶啊，全部都出城帮忙收粮。不行，扎琴，你有了娃娃，要保护好自己，让你家的奴隶去吧。那不行，朗布大哥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我也要为了咱们胡人出一份力，一定要算上我一个。不行，那么劳累的活不适合你做。秦婉很想呐喊，这份关心他不想要啊。好，那就听朗布大哥的，我给我们家奴隶报名。行，我看你家的3个男劳力都行，就让他们都去吧。我家还有女仆人，还有2个小孩，让他们也跟着去，也能干活的。不用了，奴仆留下来照顾你吧，你的肚子大了，也需要人照顾呢。孩子也留下，有人质在手，还能控制那些成年的奴隶，否则他们出去很有可能逃跑。真是帅 Q 了。扎琴，汉人很聪明的，你不要被他们的外表给骗了，要时刻警醒才行。还是朗布大哥想得周到，我听你的。我送你回去吧。好。于是两人又溜溜达达地往铁匠铺走去。此时两人都没有发现，一直有人在看着秦婉两人。
萍萍啊，那女人还没你好看，真不知道朗布喜欢她什么。彩萍看着远去的身影，她确信刚才看到的女人就是大少夫人，只是大少夫人为什么没有离开燕北城？还有大少夫人的肚子怎么有了娃娃？彩萍的心里有很多疑问，但是也没有回答齐萌。齐萌见一个女人都敢无视她，扬起巴掌，一下子就扇在了彩萍的脸上。大人饶命，饶命！齐萌很不耐烦，挥了挥手，立即有2个胡人士兵走了过来。大人，啊，赏给你们了。放开我！大人，我有个秘密要和你说。齐萌来到彩萍的跟前。哦，你想说什么？大人，刚刚那女的我认识的。哦，仔细说说。大人，我告诉你了，你能不能不要把我赏给他们？大人，我只想要当你的女人。好，那就看你的消息值不值了。大人，刚才那个女人是我们大少夫人，侯府的大少夫人秦婉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她是赵真的妻子。大人，我没有撒谎，我原本就是侯府的丫鬟，正巧自从大少夫人加入侯府的时候，我就是伺候她的。还真是天助我也呀，朗布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大人，我最熟悉大少夫人了，您留下我吧。当然，你可是重要的人证了。走吧，咱们好好说说赵真的小媳妇儿，我要知道她的所有事情。是，大人。大嫂，那人和你说了什么？去了哪里？我今天到了南城门那边，南面守卫的士兵果然比北面多。南面是防止镇北军突袭过来，而北城门都是胡人这边的地盘，防守的自然是弱一些。大嫂，你还没说你们都聊了什么？先是聊了一下他对我的好感，然后被我不着痕迹的拒绝了。剩下的就是我打听到你们3个可以出去收粮食，我目前还出不去。是他不信任你，怀疑你的身份了？恰恰相反，是那个朗布怕我被你们骗了，还有2婶和孩子也出不去，要留下当人质。该死的胡人，竟然如此狡猾！行了，有事回去再说。赵真醒来之后已经是2日后了，他刚睁开眼睛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。表妹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军营岂是你能来的？表哥，你也不看看这里是不是军营？这是哪里？表哥，这里是穗太城，不是军营。那你怎么来了？姑父给姑母去信了，说你受了重伤，吩咐把小安子送过来照顾你。我一听就急了，小安子哪里会照顾人呢？于是我就跟着过来了。穗太城临近战场，还是不安全，你不应该待在这里。表哥，咱们已经摆了酒席，我就是你的妾室了，我怎么能不来照顾你呢？就你会照顾，挑这个时候勾引大公子。大公子，该用药了。我娘那边都还好吧？大公子放心，侯夫人一切都好。大公子，快喝药吧。表哥，你说你也真是的，想问姑母的情况，何苦问小安子呀？我更清楚不是吗？给我吧，我自己喝。表哥，喝慢一点。喝得慢不是更苦吗？小安子，你去把墨轩叫过来，我有事问他。是。表哥才醒就见墨轩，什么事这么急？我让景睿去查3弟和秦氏的消息，这都20多天了，总应该有消息了吧？表哥，胡人这么凶残，表弟恐怕不会。我听说燕北城的胡人抓了好些汉人的奴隶，3弟和秦氏或许都好好的在燕北城呢。大公子，墨轩来了。墨轩参见大公子。墨轩，景睿那边可有消息传回来？墨轩立即把信拿了出来。大公子，昨日傍晚，属下接到了萧大人的信，他在燕北城外见到了3公子和2爷。见到人了？带回来没有？大公子，胡人的守卫太多，3公子和2爷都没带回来，他们都在燕北城。这时候是胡人强制出城收割农田。此外，萧大人还有个好消息，大公子可以看看信。说吧，信上都说什么了？恭喜大公子，您要做父亲了。信上说大少夫人也在燕北城，而且大少夫人怀孕了。现在2爷一家和大少夫人生活在一起。啊！赵真整个人都傻掉了，她不敢相信，就一次就怀孕了。想到秦婉曾经嫌弃她床上功夫不行，她就很不服气。现在赵真有一雪前耻的自豪感。好，他很想出现在秦婉的面前炫耀一下。大公子，3公子和2爷他们没有回来，就是不放心大少夫人一个人留在燕北城。恭喜大公子！表哥，不知表嫂这是怀了几个月的身孕了？表嫂一个人在外这么久，听说胡人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表嫂又生得花容月貌的，不知道表嫂在外有没有吃苦？表哥还是快些把表嫂接回来吧。赵真咧开的嘴角都收了起来，同时心里也沉重了几分。小安子看了一眼宋芷柔，他觉得他现在才认识到表小姐是什么人，这个表小姐就不是个好人呐。大公子，大少夫人如今已经怀了5个月的身孕。这么说，秦氏在侯府的时候就怀孕了？赵真又开心起来了，继续看信。等看到信上说秦婉为了自保把头发剪了，故意扮丑，心中酸楚。看到她一直藏在侯府的翠玉轩，等着侯府的人回去找她，赵真这一刻的愧疚感达到了顶峰。再多派一些人帮助景睿救人。
是，大公子。记住，这个消息要保密，越少人知道越好。是，大公子，属下明白。墨轩和小安子离开之后，赵真看着宋芷柔，表妹，我知道你对秦氏有意见，但刚才的事你不许泄露半分。表哥，你就是这么看我的，我怎么会故意泄露出去？表哥当我是什么人了？表妹，你和母亲对秦氏有意见，这我都知道，但这次事不一样，不提他有了我的骨肉，就是三弟和二叔一家都和他在一起。若是消息泄露，三弟和二叔他们也都危险了。表哥，你误会我了，我哪是那样的人？何况表嫂有了身孕，我欢喜还来不及呢。赵真听到宋芷柔这么说，没有轻松，心情反倒是沉重了几分。燕北城，秦婉此时看着曾经伺候他的下人，眼眸中尽是冷意。哦，齐蒙大人，您该不会是相信这姑娘的鬼话了吧？是不是鬼话先不论，你怎么能证明你不是镇北侯府的大少夫人？这还需要证明吗？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，我和你们是同胞，还有我是侯府少夫人，咋不说我是汉人皇后呢？那地位可老高了。哎，听说那赵真长得不错，不比我才丢的那个相好的差。我倒是想承认我是他媳妇儿，那也得他要我呀。说话就说话，你离我远一点。齐蒙就搞不懂了，这样的女人，朗布是怎么看上眼的？要不，齐蒙大人，你行行好，你去把赵真给抓过来，我瞧瞧她长啥样。要是好看，我答应她当我这第二个崽子的爹，行不行啊？这个女人真尼玛的比他们这些糙老爷们儿还粗糙啊，也是一点贞洁都不讲了，男人随便换。听说他才丢了一个相好的，这就惦记下一个了。不过这想法和他们草原的汉子一样啊，确认过了，这尼玛是自己人呐。齐蒙转身就给了彩萍一巴掌。该死的贱人，你竟敢骗老子！大人，我没说谎，她就是大少夫人，她那张脸我绝对没有认错的。大人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大人，我没说谎。齐蒙大哥，我不知道这个汉人女子为什么要一口咬定我的身份有假，我和她无冤无仇的，竟如此去污蔑我。哼，汉人都很是狡诈的，她该不会是汉人那边的探子吧？齐蒙大哥，你不要被她给骗了啊！要说奸细，秦婉你才可能是，你故意接近朗布大人，是不是想要从他那儿获取情报？朗布大人英明神武，你经常围着他打转，一定是有目的。哎呦，这位姑娘啊，该不会你是看上了朗布了吧？然后污蔑我身份有假，让秦王大哥除掉我，也就有机会。你胡说，我没有，大人你不要听他的。朗布大哥一表人才，又是草原的真汉子，这位姑娘看上他也不奇怪啊。不过我和朗布大哥不是你以为那种关系，我喜欢中原那种细皮嫩肉、柔柔弱弱的男子。你看我这皮肤这么粗糙，我要找男人也要找个浑身光滑的男人，对吧？明日在城东那边庆祝这次粮食大丰收，咱们举行个篝火晚会，我邀请你来参加。太好了，多谢齐蒙大哥，我一定参加。他这迫不及待的样子，好像真的是同胞啊。齐蒙大哥，几点开始？我好早一点过去啊。你有时来就行。好，齐蒙大哥，我一定去。好菜要多准备一下，我现在有崽子了，吃得多。有点扎心呢。阿婉，可是外面发生了什么事？今日回来的时间晚了。我今天遇到了彩萍，她认出了我的身份。怎么会碰上？她把你的身份和谁说了？大嫂，那个丫鬟真的把你的身份说了出来。那个彩萍应该是为了自己活命把我供出来了，以后这里啊或许就不安全了。这里是翠玉轩，本就是侯府的宅子，阿婉你住在这里也引人怀疑。那胡人信了吗？怎么放你回来了？那个齐蒙他现在拿不准我的身份，但是他已经盯上我了，你们再和我在一起就不安全了。二叔，咱们这时候能逃出一个那就算一个吧。老大媳妇儿，我们不能让你一人留在城里，另外我们想逃跑也是困难，除了谢公子是被故意放跑之外，我们出去看守的也严。大嫂，谢大哥是被朗布故意放跑的，我和二叔俩人没机会的。谢公子出去之后，咱们的消息就传出去了，我相信大哥和大郎很快就会来救咱们了。等消息也好啊，但是这2天呢，二是你和二叔带着孩子们去铁江铺生活，就不要待在翠玉轩了。阿婉，那你呢？二婶，现在你们才是危险的，毕竟我现在还是胡人的身份，邻居们呢也都承认我的。彩萍的一面之词不能拿我怎么样，但是你们若是被他看到，那咱们就全部都跑不了了。老大媳妇说得对，咱们不能给他添乱。那好，那我带着孩子们先搬到铁江铺藏起来。二叔、三弟，你们俩既然不打算混出城，就不要参加收割活动了。我身上还有钱，咱们家呢这段时间少露面。大嫂，我们都听你的。秦婉把人都支开，也是存了一份小心思。那个彩萍和齐蒙这2人，秦婉都不打算留了，要找个机会把2人都解决掉。他目前还不想在侯府的人面前暴露他的本事。表小姐，大公子有令，在他没回来之前，你哪里也不能去。你好样的！等表哥回来之后，我一定会告发你的。小安子不以为意，他就是奉命看着表小姐的，可不怕赵真回来罚他。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，我一定要想个法子才行。表弟，你不能活着回来，绝对不行。傍晚，一直死气沉沉的燕北城终于是热闹起来了。扎琴怎么不跳舞啊？齐蒙大哥，我有了崽了，这跳舞不合适。瞧我这记性，还真是忘了。
既然跳舞不行，那就拉个马头琴吧。好啊，那我来拉一曲。苍凉而温柔的曲子响起，声音豪放又不失细腻，让欢呼的人群瞬间安静了下来。这乐曲听得我都想家了。是啊，我也想念草原了。汉人居住的地方不适合咱们。齐蒙把众人的话收进耳朵里，他心里矛盾极了，到底要不要为了除去朗布牺牲一个同胞？要说齐蒙这么讨厌朗布也是有原因的，在齐蒙看来，朗布的血统不纯，他身上流了一半汉人的血统，他这么多年被这样一个人压制，心里怎么会甘心？所以才在这么重要的时候还想着内斗。今晚的曲子结束了，顿时响起了掌声。其他胡人让秦婉再拉一曲，秦婉连忙拒绝。他当初只和蒙古室友学了这一首，最后能歌善舞的繁花接过了琴，拉起了另外一首曲子，顿时场面又热闹了起来。齐蒙虽然承认秦婉是他的族人，但想要除掉他的心还是占了上乘。他立即转头回去给四王子写信，他想要借着这次机会除掉那个总是碍他眼的人。篝火晚会结束之后，一连几天都没有任何动静。秦婉发现跟着他的人也不见了。这几天他一直想找机会遇见彩萍，但是彩萍好像是消失了一样，就连齐蒙这个人也不见了。秦婉还是每日白日去铁匠铺，晚上回到翠玉轩住，他就怕改变了引起了别人的注意。夜晚的时候，秦婉突然听到了声响，她急忙起身来到了门边，仔细听着门外面的动静，是隔壁院子里传来的声音，隐约还有打斗声。她急忙把爬墙的工具拿了出来，然后像个猴子一样又蹭蹭蹭地爬上了房梁。很快秦婉就感觉有人跳进了院子，她把袖珍手枪拿了出来，打算危急的时候靠枪保命。这时候房门突然被打开，一行黑衣人推门进来。秦婉，大公子，大少夫人不在，床铺还是温的，估计她应该才离开，你们快去找。是，大公子。记住，动静小些，不要被胡人发现。赵真，赵真，秦婉，是我，你是怎么进城的？墨轩、史策，你们把少夫人带下来。两人一个起跳就上了房梁，一左一右拉着秦婉的胳膊，然后跳了下来。你怎么成这副模样了？不这副模样我怎么自保啊？秦婉，你受苦了。赵真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城内的守卫森严，天黑了更不可能开城门。是我们是从密道进来的。侯府有密道，那真是太好了。二叔他们呢？院子里好像没有。我遇见了从前的丫鬟彩萍，她把我认了出来。为了二叔他们的安全，我让他们住到城内的铁匠铺了。大公子，属下前去接人。不急，那丫鬟发现了你，你怎么还能安然无恙是吧？当然是因为我聪明，装得太深入人心了。你很聪明。你不着急把他们接回来，是有其他的安排吗？燕北城有粮，我想从这里带点粮食离开。哦，赵真，城内的防守很严密，守军也不少。你这次带来了多少人？500人。这不是逗人玩呢？通往城内的粮仓，我知道密道，我们要带一些粮食出去。胡人抢的粮食，好些都是军户和百姓的，还有秋收上来的那些粮食，都是镇北军的口粮。偷粮出去没那么容易，说是你们前几日到了，机会还能大一些。那日举行了篝火晚会，胡人的防范还松一些。那他们还有没有可能再举行一场？你觉得可能吗？看到赵真一脸失望的样子，秦婉开口：我或许可以试一试，向胡人的长官提议一下，想一个其他的由头。哦，你还认识胡人的长官？我还是有几分姿色的。这里守卫官叫朗布，他对我有那么点意思。史策和墨轩两人也是没想到大少夫人竟然会自曝这个消息，他难道就不怕大公子担心他的贞洁吗？那他的眼光还挺特别的。隔壁现在住的那户人家，你们是不是杀了他们？那咱们就不能在城内久留，得要快些把二婶他们接回来，让他们先走。至于运粮的事情，你们有密道，这些天就要快些行动。我试着继续和朗布去接触，帮你去转移他的注意力。你不担心你的安全吗？说了这么多，你都没考虑自己的安危。赵真，我做的这一切自然也是有目的的。你说。赵真，我帮了你这次，你要保证我平安生产。赵真懵了，女人生孩子，她怎么管得了了？赵真，自从我嫁到你们赵家以来，你们家对我怎么样，想必你也清楚。冷淡一些我都无所谓，可你们出城逃跑，竟然也能把我给舍弃。这不是我的意思，我知道这和你无关，是侯夫人或者宋芷柔的安排，但你从来没有把我的安危放在心上，不是吗？否则你派出去的人不会注意不到我的存在。赵真沉默着，没有反驳一句话，她确实是没有交代，她无从狡辩。赵真，我要的很简单，就是好好活着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在一个安稳的环境出生，待我生产之时，你能安排可靠的人照顾我。这是我应该做的，除了这个要求，你可以再提别的要求。别的我还没想好，那算你欠我一次。好，事情商量好之后，史策又趁着黑夜中前去铁匠铺找人。宋姨娘，你在找谁啊？胡把总，你在这里真是太好了。宋姨娘找的是我呀。胡把总，咱们找个隐蔽的地方说话。宋姨娘，这边走。两人来到了隔壁的院落。胡把总，这里够隐秘了。不知道宋姨娘今日找我所为何事啊？胡把总，感谢你一路上的护送，
小妹在这边先谢过了。姨娘客气了，这是卑职该做的。叫姨娘太客气了，是吧，胡大哥？胡万愁怔愣了片刻，很快内心窃喜了起来。宋姨娘是不是看上了他了？那好，宋妹子，你有什么事儿不妨直说。小妹确实有难处，不知道胡大哥能不能帮忙？宋妹子，你说。表哥这次去了燕北城，去救表嫂和三弟他们，不知道是否能顺利。唉，说起来，胡大哥这次去侯府接人，却把侯府的少夫人和三公子都丢了。本就有人在背后议论胡大哥办事不力，表哥差点也都信了。还是我来了遂太城，替胡大哥解释，表哥才没有生气责罚胡大哥。那大哥就谢谢妹子帮忙了。胡大哥，你就不担心三弟他们回来了，表哥收拾你吗？那你想我怎么做？大哥，咱们的立场是一样的，我也不想秦氏回来。你说他们若是在表哥救人之前身份暴露，死在了燕北城，是不是一劳永逸？宋妹子还真是为大哥着想啊。不过你和赵荣有什么仇怨？为什么不想他活着回来？胡大哥，宋妹子这要求可是冒着风险的，一个不好就是掉脑袋的事儿，我又凭什么帮你啊？胡大哥，这也是帮你啊。不至于，大不了我不在镇北郡干了，去别的地方任职也是行的，没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杀人，除非我有另外的好处。大胆，胡万愁，你想干什么？怎么不叫胡大哥了？刚刚不是喊得很亲密吗？你放开我，否则我就叫了。哼，你叫吧，大一点声都没关系。你主动投怀送抱，看看赵真还要不要你。你无耻！你要是不答应就算了，你赶紧放我离开。胡万愁察觉到了宋芷柔和赵荣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，他怎么能放过？都是被赵真享用过的女人，他睡几次也察觉不出来。想到这里，胡万愁的双眼都兴奋了起来，他一把将宋芷柔抱了起来。你放开我！来人！救！胡万愁一个手刀下去，宋芷柔就晕了过去。燕北城，大哥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都多大了，还这么孩子气？大郎，那密道在哪儿啊？咱们快出去吧，城内太危险了。是啊，大郎，阿婉带着我们藏得很辛苦的，咱们快些走吧。二叔、二婶、三弟，你们趁着天黑赶紧从密道离开，然后有人带你们去找景睿。大郎，你是说阿婉不和我们一起离开？二婶，赵真还要想法子去城内运粮，我在这里的身份能帮着他们做一些掩护。不行，这不行，太危险了。阿婉，你现在怀着孩子，大意不得，现在有机会要赶紧离开。大郎，这是你的主意还是阿婉的主意？赵真沉默着没有说话，二夫人很失望。大郎，就算你对阿婉没有感情，你也不能不把她的安危当一回事，她可是怀着你的孩子呢。今晚你若想，可以今晚和二婶他们一起离开。二婶，你和二叔先离开，我这边也就大概2天就能走。咱们突然撤走，到了外面没有粮食，也是难以支撑。现在燕北城就是大粮仓，不能都便宜了胡人。老大媳妇是个有机智的，她留下也是能照顾好自己的。赵二叔说的是真心话，他觉得秦婉就像是个杂草，生命力很顽强。二婶，不能再犹豫了，你们快些离开吧，趁着夜色赶紧出城去，这样才能顺利的逃离。好，我听你的，阿婉。大哥，我还是留下吧，我们都离开了，留下大嫂一人，胡人会怀疑的。不用，我会装作你的模样，你赶紧走。众人都离开之后，赵真身上的伤还没有好，又骑了好几天的马，他也是劳累得很。他直接来到了秦婉的床上，就躺了上去。赵真，你怎么直接上床了？我困了，自然要睡觉了。那你也可以睡别的房间啊，这是我的床。你是我的妻子，我睡你的床不行吗？可是你不是最讨厌我的吗？再说了，你还有心上人呢，你别忘了你小表妹啊。这个女人说话永远那么难听。你和她不冲突，你们一个是妻，一个是妾。这个狗男人真的是太渣了。快上来睡觉，明天还有事做。秦婉不想和赵真睡在一个床上，可是床底下有他制造的手雷弹，他真怕把屋子留给赵真。这个人把东西翻出来，他又不会用，要是把这个院子给炸了，那真的就是所有人都去见太奶了。秦婉挪着步子，最后还是上了床。遂太城，宋芷柔醒来之后，发现自己全身赤裸，吱嘎一声，房门被从外面推开。胡万愁，你还敢来？我表哥不会放过你的。胡万愁看到床上被子上那一抹嫣红，很是心虚。他真的没有想到宋姨娘还是完璧之身，他多了几分真心。你若是想，我可以带你远走高飞。哼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叫我和你远走高飞，你也配？那你的清白已经没了，赵真又不是傻子，他会发现的。你以为你还能留在他身边？胡万愁，你以为你跑得了吗？看来你是不想和我走了，那我也不勉强，我自己离开。宋芷柔起身，慢慢的穿上衣服。你不要想着一走了之，你欠我的就要还我。你想我替你去杀了赵荣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仇怨？不仅是赵荣，还有秦婉，只要杀了这2人，我就当昨晚的事情没发生过。你继续可以留在军中，当你的胡把总。你就这么放过我？
宋芷柔自然不会放过胡万愁，但还需要他帮着自己杀人。别的事你别问，我只想要那2人的命，你就说你能不能做到吧。这事包在我身上，我会尽快想法子调离穗太城，争取去燕北城接应。不是争取，是一定。好。燕北城内，你现在是奴隶，在我这个主人面前得要弯着身子走路。赵真看到秦婉那得意的样子，运了运气，才说道：好。秦婉看到赵真吃瘪，心里很畅快。狼布大哥，今天怎么有空过来？我今天来是和你说一声，我要出去几天，不在城内。你若有事，可以去找钟孤雁。啊，狼布大哥要出去，秋收不是结束了吗？粮食收上来了，但是前线那边传来消息，已经缺粮了，我要护送一批粮食过去。狼布大哥，你要多加小心啊！汉人阴险狡诈，卑鄙无耻，你这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啊，这是骂谁呢？扎琴，你放心，我还不把那些弱鸡汉人放在眼里，他们不是我的对手。秦婉把朗布送走之后，赵真就凑了过来，酸溜溜的道：你刚才骂得真顺溜。没有成长起来的赵真还有些少年气，并不像一个成熟的男子那样会掩藏情绪。你现在是奴隶，快去打铁。赵真灰溜溜的离开，让秦婉很开心。她喜欢看他吃瘪。你照着这个练手吧。这是什么呀？好奇怪啊！这是马蹄铁，钉在牛马的脚上，可以防止他们的蹄子损坏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当然了，已经试验过了，胡人现在的马脚上都有这个。赵真听秦婉这么说，还以为秦婉是从胡人这边学来的。这非常有用，谢谢。你帮我看护扎琴，别让其他人欺负他。大人放心。朗布不再停留，他立即带着士兵护送粮食出城了。齐蒙在朗布才离开之后，就把朗布留下来的几个亲信控制了起来。齐蒙大人，你想干什么？放心，只是关你们几天，不会要你们的性命。放开我！为什么要关着我们？老实一点，还能保住性命。秦婉看到齐蒙的时候有些诧异。齐蒙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扎琴妹子，我这不是有事儿找你吗？啊，齐蒙大哥有什么事儿尽管说。赵真听到外面的动静走了过来，想看看是什么人。秦婉立刻呵斥：还不快滚去干活！菜刀又钉出去好几把啊，那都不够卖的了。扎琴，还请你跟我去知府衙门一趟，我有事问你。好啊，齐蒙大哥，咱们走吧。秦婉不想胡人的视线过多关注赵真，现在朗布不在城内，只要他解决了齐蒙，那城内就群龙无首，赵真行动起来会更加顺利。更何况齐蒙这一条毒蛇一直盯着他，也是要早早的解决他才行。扎琴，不要怪我，你像谁不好，偏偏要像赵真的小媳妇儿，这就是你的命了。赵真看懂了秦婉给的信号，在他离开之后，赵真也立即离开了铁匠铺。秦婉被人带到监狱的时候，还是有些诧异的。齐蒙大哥，不知你这是何意啊？扎琴啊，不对，从现在开始你就叫秦婉了。尼玛，这家伙让我装我自己，玩的可真溜啊！扎琴，你也不要怪我，怪只怪你不会长，像谁不好呢？偏偏像赵真的妻子，我只能把你交出去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是胡人扎琴，而是汉人秦婉。秦婉被推进了牢房里。来人，拿2身汉人的衣服扔进去。是，大人。很快，下人拿了2套汉人的衣裙扔了进来。乖乖的把衣服换上，你要是不动手，我不介意帮你换。秦婉缓慢的把地上的衣服捡了起来。这个衣服适合给仔仔当尿介子。齐蒙见秦婉这么听话，放心的离开了监牢。你终于也来了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成了齐蒙的女人吗？怎么会被关到天牢里？大少夫人，你终于是不装了。彩萍，我自认是对得起你，大家都是女人，你为什么要把我供出来？大少夫人，你还真是天真。为什么？你说是为什么？当然是用你的身份换取好处啊。是啊，用我换好处，然后你也被关进天牢，还真是讽刺。秦婉，你以为被关进天牢很惨吗？我们这些被抓起来的女人，哪天不是受到废人一般的折磨，供那些胡人享乐？都是侯府抛弃的人，凭什么你就可以在燕北城过得这么好？凭什么？为什么要区别对待？你为什么对彩环好，对我这么差啊？是关彩环什么事？为什么你给彩环可以防身的武器，为什么不给我？为什么？我们2个都是你的丫鬟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是说那把刀？对啊，就是那把刀。彩环有武器防身，他成功逃了，他逃了，就是因为这样。他杀了胡人，成功逃跑了，我反倒是被抓了起来。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，因为你！你妈，还真是喝凉水都塞牙。你被抓和我可没什么关系啊。再说了，你逃跑之前你也没来通知我啊。况且彩环那匕首是感激他提醒送他的谢礼，那是他该得的。不对，就是你偏心，这都是你害的，我都怪你。你以为彩环他是好人啊？
我告诉你，彩环他是探子。见秦婉一点都不吃惊的样子，难道你知道？你们4个仆人一来，翠玉轩，我就知道你们有二心。想必你们的背后之人是侯夫人吧？大少夫人还真是不知道自己敌人是谁，让我们盯着你的人是表姑娘。哦，差不多吧，他们是亲姑侄，利益一致。大少夫人还真是天真，表姑娘早就知道大少夫人怀孕了，所以才趁着这次战乱将你抛下。秦婉，你也不过就是个可怜的女人罢了。你呀，就是个傻子，怀了孕又怎么样呢？你没有脑子，不知道真不知道强，果然是被人抛弃了吧？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大公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刚才说的可是真的？表妹真的在府中的时候就知道秦氏有了身孕？大公子，你真以为表姑娘有多仁慈吗？大公子，你被骗了。侯夫人身边的翠烟不过是多瞧了你几眼，就被表姑娘身边的宋妈妈推到了井里。她为了成为你的妻子做了多少努力啊！她把大公子看作自己的所有物，她会甘愿做你的妾室？做梦！你以为她会放过秦婉？大公子不要太天真了。彩萍这一番话让赵真听得青筋直冒，她看了一眼秦婉，不能再让这个女人说下去了。彩萍的身子缓缓地倒了下去。哎呀，看来你是恼羞成怒了。秦婉，你不要听他胡说，他这些话可能就是想挑拨你和侯府的关系。秦婉白了一眼赵真，这家伙蠢死了。赵真，等到逃出去之后，我们2个就和离吧。和离？你想都别想。赵真觉得秦婉好似是一本书，没有翻到后面，永远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。他很想看看秦婉是否有另外一面，或者是几面。那行，这事儿呢，我们先不谈，我们还是尽快离开这儿吧。行，你离得远一点，我把锁头劈开。哦，不用，我来。秦婉在身上掏了掏，拿出了一个铁丝一样的东西。赵真就见秦婉在锁头上掏了掏，然后咔的一声，锁头开了。你还会这一手？这又不难啊。你所有的锁头都会开吗？懂机械那就很简单了。你有这一手，咱们会更顺利。大人，蒙太大人回来了，人已经在府外了。你说谁来了？大人，四王子派人来了，来接炸秦的。来人了，太好了！这次来接人的官员是石维，他看到齐蒙这么懒散，有些不满。人在哪儿？石大人，请跟我来，人已经被关在监牢了。很快，一行人就到了监牢。怎么回事？人死了？不是，这不是赵真的夫人，这人是原来侯府的丫鬟，我找的证人。那你告诉我，人跑到哪里了？一定是钟孤雁他们跑出来了，把人救走了。钟孤雁他们为什么要救人？大人，这也是属下要说的。朗布这人有不臣之心，他看上了赵真的媳妇儿，在城内很是照顾他。一定是钟孤雁他们逃出来，把人救走了。去，把钟孤雁等人找出来。齐蒙看到被绑着的几个人，惊讶的不得了。你们没有逃跑？齐蒙大人，我们不知道犯了何事，您在朗布大人离开之后就把我们关押起来，从昨天到现在，我们滴水未进。我们是同族人呐，你为何要这么做？把这几个人松绑，放了。是，大人。另外，派人赶紧去找人，那女人的画像有吗？我这就让人把扎秦的画像画出来，他跑不了。在燕北城这地界，还是咱们说了算。你说他叫扎秦？大人，那女人很狡猾，一直藏在咱们胡人队伍中。她本名叫秦婉，不管她叫什么，四王子要见这个女人，尽快找到她。是，大人，我这就派人去搜，准保能找到。很快，这一搜寻还没有见到人的踪迹，胡人士兵竟然发现粮仓被盗了。什么？粮食没了？怎么回事？大人，就是今早我们在粮仓门口发现了米粒，但仓门却是锁着的。我们怀疑打开粮仓之后，就发现粮食都没了。启蒙，你就是这么看守的，让贼人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把粮食偷走了。4个粮仓，粮食都没了。燕北城的粮仓有5个，城东2间，城西3间。朗布之前拉走的就是城东的1间。城西的粮仓呢？哪里怎么样了？大人，小的还不知道城西的情况。走，咱们去城西。赵真，天亮了，得要赶紧撤了。停止，不要再装了，你们赶紧带着粮食进地道。史策，你也下去，带着他们走。出城之后，把粮食交给景睿。是，大公子。秦婉把3个粮仓的大门全部都又锁了起来。等看到了地面上的粮食，秦婉的脸色变了。赵真，咱们漏了粮食，城东那边恐怕是要暴露了。放心，咱们也赶紧离开。赵真把密道附近清理干净，脚印和粮食都打扫了，就是怕密道口被发现。那行吧，咱们快走吧。大公子，不好了，有一大队人马向这边靠近。许耀，你带着秦婉先离开，我来吸引胡人的注意力。大公子，你带着大少夫人离开，我来。咱们3个就不能一起走？赵真没空给秦婉解惑，因为马蹄声越来越近了，他急忙把秦婉背起来。一起跑吧。现在不是分不分开了，已经没有时间了。把人抓起来，看看是什么人。石为身后的胡人士兵立即骑马追了上去。石大人，那个就是赵真的媳妇儿，赶紧抓住他。启蒙，你赶紧派人去看看粮仓有没有事。石大人，不必着急，4个城门都有人把守，那么多粮食一定还没运送出城。现在咱们只要把城门守住，找到粮食是迟早的事儿。赶紧让人把粮仓打开，我要查验。大人，粮仓在前方的位置，咱们要再往前方走走。石为坐在马上，四处看了看，
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石大人，咱们快走吧，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。抓到了秦婉，咱们俩都有交代了。石维瞪了齐萌一眼，一夹马腹向前走去。等到了3处粮仓前，并没有见到站岗的胡人士兵，齐萌的心就慌了。快开仓！很快，第一个粮仓都被打开了。第一仓的粮食还有一半，齐萌原本就不知道这是满仓还是半仓，他兴奋的道：“石大人，粮食没丢，没有丢。”很快，剩下的2个粮仓就都被打开了，然后众人就傻眼了。啊，怎么会啊？粮食怎么可能不翼而飞啊？走，和我一起去追人。刚才那3人绝对是偷粮食的，人必须要抓到。是，大人。赵真背着秦婉想往侯府跑，但是现在胡人士兵跟得太近，他们没有办法去侯府那边，毕竟还没有等你进去密道，就会被抓去。此时的赵真也有些着急。赵真，咱们往城门口跑，你看咱们距离哪个城门口近？大少夫人，这里距离西城门最近，但是城门口都有胡人把守，就咱们3人闯不过去。赵真，咱们就去西城门。你有法子出城？有个法子，咱们可以炸了城门。秦婉，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。赵真，你信我这一次。好。说完，背着秦婉转了一个方向，向西城门赶去。快停下，否则我们就要射箭了。赵真听到射箭，他急忙停下脚步，把身子转过来。他不能让秦婉中箭。许佑也急忙来到秦婉的背后，挡住了城门口这边的士兵。把我放下来！不要胡闹！你放我下来呀，我才好用我的法子。那你藏在我身后，以防敌人的箭伤了你。秦婉有些感动。好。赵真就算不喜欢他，但人不坏，也很有责任感，这是秦婉承认的。你是什么人？谁派你们来的？闯进燕北城干什么？大人，这人就是赵真的婆娘，这2人一定是来救人的。石维看对方不说话，他仔细地盯着赵真的脸瞧，好一会儿才畅快大笑起来。真是天助我也！赵真，镇北侯府的大公子，没想到你竟然出现在燕北城。石大人，前面的人真是赵真？如假包换。赵大公子，怎么不敢承认吗？敢？怎么不敢？我就是赵真。赵真，说实话，论打仗，我对你还真是佩服。你能带人杀进草原，也算是名勇士。可你为了一个女人就进了燕北城，太不明智了。今天我势必要留下你。那就放马过来。大人，我果然没猜错，朗布就是叛徒，他是汉人的奸线。赵真旁边的女人就是朗布的相好的，他能在燕北城活到现在，就是朗布的功劳。赵真，你就是个活王八！齐萌这一声哈还没有结束，人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秦婉开了一枪之后，直接向石维这边扔了2个手榴弹。扔完之后，秦婉像个猴子一样快速地跳到了赵真的背上。哎呀，别愣着了，快跑呀！我们快往城门口跑。那个胡人怎么倒了？你用了什么？赵真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见前面出现了火光，同时更大的声音响起。砰砰砰的巨响，直接把前面的敌人身体都炸飞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竟然有如此的威力！赵真顿时就感觉背后的这个女人好似有1000斤重。秦婉见赵真傻站着不动，直接是伸出了一只手捏住了赵真的耳朵。哎呀，跑呀，往城门口跑！秦婉，那东西你多吗？你别多想啊，这东西不多，咱们都要抓紧跑了。赵真刚才确实是想着，或许可以解救出来更多的汉人百姓。现在听到秦婉说不多，他也知道不能犹豫了。好，于是背着秦婉快速向城门口跑去。大公子，你身上的伤还没好全，我来背大少夫人吧。不用，我还能坚持住。咱们快点上山，和景睿会合。是。3人4腿跑了2个时辰之后，终于是停了下来。你这伤口深吗？好像是出血了。无碍。大公子，还是重新包扎一下吧。赵真没有拒绝，而是转头看向秦婉。你看着我干嘛？等到了山上再换药吧。怎么就这么不体贴呢？若是表姑娘在此，一定早就接过外伤药，给大公子换药了。这是多好的机会啊，真是浪费了。赵真歇够了，又在秦婉跟前蹲下。上来吧，咱们继续走。不用了，不用跑了，我也可以自己走。好，那我牵着你走。于是2人就这么牵着手继续出发，2只手牵在一起，酥酥麻麻的。赵真莫名的感觉到心跳有点快，赵真觉得有点荒谬，这是他的妻，他为什么会有点紧张呢？赵真转移注意力，你对胡人好像还不错。其实他们对我还不错，胡人中也是有好人和坏人的，包括你说的那个朗布。朗布人不错的。不错，是喜欢吗？赵真想到之前秦婉还提了和离的事，心里更不舒服了。我们和胡人敌对这么多年，我所见到的胡人没有心慈手软的，凶狠残暴才是他们的真性情。你不要被他们的外表迷惑。我当然知道，齐萌就很坏啊。你在出城的时候那么说，是不想朗布受牵连吗？哎呀，当初我装成了扎尔的妹妹，朗布对我多有关照，就是因为扎尔。
可是那个扎尔是我杀的哎，我也算是欺骗了朗布，在燕北城受了朗布的庇护，我自是不想他受到咱们牵连，这样不让胡人怀疑朗布，也算是还了朗布的恩情。以后呢，也就两不相欠了。赵真听到秦婉说了这么一段话，心情莫名又好了起来。你说的对，你和他两不相欠了，以后也没必要见面了。我干嘛要和他见面啊？我一点也不想见胡人，我要在安全的地方生娃娃。赵真，你要加油，快点把胡人给打出去。好。赵真，我以后就要留在这山上了吗？碎太城中百姓也不多，很多都外逃了，那里也是战区。哦，那这里胡人不会找到吗？这里是我们赵家的秘密，这山上的人都是我们赵家家将的亲眷，而且山上也有人把守，胡人找不来这里的，这里很安全。好，我留在这儿。二叔他们怎么不知道这个地方，也不知道密道？这些秘密只有长房的嫡长子才能知道，现在事态紧急，所以才暴露的。秦婉哦了一声，到了山上就有大夫了，他会帮你看看肚子的。好。阿婉，你总算出来了，我还真担心你和大郎呢。是啊，大嫂，我娘念叨了你好久。二婶，景瑞和三弟他们呢？大哥、三哥在山上，景瑞表兄不在。阿婉，肚子里的孩子没事吧？肚子没有不舒服吧？二婶，宝宝很乖的，一点都没闹人。秦姑娘，你安全回来，真是太好了。赵真立即警铃大作。什么？秦姑娘都是有娃娃的妇人了，还称呼姑娘？谢公子，几天不见，你倒是胖了些许。只是从前这个人都是喊赵夫人的，今天怎么突然变成了秦姑娘了？秦婉想不通，就不想了。请问你是？赵大公子，我是谢玉安。我是赵真，谢公子可以喊我的名字。那好，谢某略长你几岁，就直接喊你的名字了。很快，赵真就带着谢玉安离开了。赵真很想知道京城的事，自然要抓住谢玉安这么个活字典。秦婉则是跟着二夫人等人一起去了住的地方。阿婉，这是你和大郎的院子，我家就在隔壁，你有事喊一声，我就能听到了。好的，二婶，我进去看看啊。二夫人把秦婉送回来之后，就转身回家了。毕竟他们家也是昨日才出来的，也有好些要收拾的，现在屋子还是乱糟糟的呢。秦婉躺在床上，迷迷糊糊的就要睡着了。你回来了？怎么不脱了鞋上床？我还没洗漱呢。看到赵真毫不犹豫，一屁股坐在床上。隔壁也有个房间，你怎么没去隔壁啊？隔壁许攸他们住着呢，怎么你还想我和他们挤一起？不用了，我以为他们有别的地方住。这个时候不是讲究的时候，能有个房子住已经很不错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赵真这个时候却是从怀里拿出了一瓶药，给我上药吧。秦婉看着赵真身上的刀伤，皱起了眉头。你这伤口这么长，为什么不缝合起来？这样只是上药，什么时候才能好？身上的口子也能缝合？是像缝衣服那样缝吗？你不是说山上有大夫吗？可以把他找来啊。一般伤口缝合之后7、8天之后就能长好，然后拆线就行了。赵真心思一动，若是这个法子好用，那完全可以用在军中，士兵的伤亡率会大大降低。许攸，大公子，去把陆大夫请过来。是，大公子。很快，陆大夫就被请了过来，陪同他来的还有一个年轻的小姑娘。赵大哥，陆大夫，这么晚叫你来，除了想给我夫人把脉看看她的身体，就是我夫人提到了伤口的缝合之法，不知道这是否可行？大少夫人好。陆大夫不必多礼啊。大少夫人，你没有头发。秦婉有些无语，她是短发又不是秃子。秦婉还记得刚才这姑娘闯进来，笑意盈盈的看着赵真的样子。哎呀，又是被针对了，这是故意装天真的嘴毒小姑娘啊！赵真这人还挺招小姑娘喜欢的，赵大哥这声称呼啊，有点深厌。这位姑娘的眼神好像不大好。大少夫人，很抱歉，这孩子呀被我惯坏了。陆姑娘还是先出去吧，一会儿我要看伤，你在这里不方便。陆如莹听到赵真这么说，竟然觉得很委屈，她轻轻的哦了一声，然后就跑出去了。陆大夫，劳烦您给我夫人先把脉，她现在有5个多月的身孕了。好，大公子，我这就给大少夫人看看。劳烦陆大夫了。老大夫把脉片刻之后才道：夫人的脉搏强健有力，胎儿很健康，只是大少夫人还需要多进补，现在还是太瘦了。此外，切忌忧虑过甚，对胎儿不利。上山前我带了草药上山，回去我给大少夫人开几副安胎药。好，谢陆大夫。不知道大公子说的缝合之法是什么？就是人的伤口若是太深，不如按照缝衣服一样缝合起来，这样既可以止住流血，又能让伤口快速结痂，又不会因为活动碰到伤口而造成伤口2次裂开。大少夫人说的对，老夫从前怎么没想到呢？伤口缝合之后8天左右就可以拆线，这样的伤口大部分都已经愈合了。拆线？若是需要拆线，那缝合的线就有要求了，不知道要用什么线好呢？需要线硬一点、光滑的，不若试一下马的鬃毛，或者是亚麻、草纤维等细线。这个线我有，正好可以给大公子试一试。陆大夫说做就做，很快就把线取来，然后在秦婉的指导下，把赵真那裂开的伤口缝合起来。这个过程中，赵真嘴里死死地咬住了木牌，额头上全是汗。秦婉见赵真这样，心虚地低下了头。哎呀，糟糕了，万灵仙最重要的事，
刚才光顾的看热闹，忘记问陆大夫是不是吃的麻醉药了。赵真就是硬挺挺的挨了下来。秦婉把陆大夫送走了，也不敢看赵真。我去烧一些热水，你先坐着吧。好。秦婉心虚地窜了出去。赵真在人离开之后，身形立刻萎靡了下来，不像是刚才那样腰板挺得直直的。他觉得今天有点亏，他本来是想让秦婉亲自给他上药，增进一下两人的感情，也让秦婉更心疼他。谁料现在有点搬起石头砸脚面的感觉。热水烧好了之后，秦婉和赵真清洗了一番，才躺在床上睡觉。以后这些事不用你亲自做，我会给你送2个丫鬟过来。不必了，我自己就能行。秦婉可不想要赵家的丫鬟了，他们和他不是一条心的。想到之前在赵家的日子，秦婉又不想对着赵真那张脸了。他翻身过去，背对着赵真。赵真被秦婉拒绝，也有了小脾气。随便你。他是侯府的大公子，从前所有人都是讨好他的，现在他主动向秦婉示好，秦婉还不领情，于是赵真也有点生气了。他也背过身子不看秦婉，他觉得秦婉的性格就像他那短发一样刺刺的。陆大夫，我听说有一种叫做麻沸散的东西，不知道您知道吗？麻沸散是由曼陀罗花、生草乌、香白芷、当归、川芎葛、天南星这6味药组成的。大少夫人提醒的是，在缝合之前，若是给病人先用上麻沸散，也能减少患者的伤痛。原来是有缓解疼痛的法子，只是这女人说都没说。赵真，我当时是真没想到。再说了，现在是在山上，只缺医少药的。我就算是和陆大夫说了，他也没有，不是吗？陆大夫很想说他有，他真有。陆大夫笑笑不说话。秦婉不知道哪里说错了，老大夫这么笑是什么意思？赵真也不揪着这事儿不放了。他养伤的这些日子，发现秦婉能自己照顾自己，他也就放心了。他不能在山上待太久，他要尽快赶回穗太城。拆完线之后，又把陆大夫送了回去。大公子，发生大事了！何事？大公子，京城传来的消息，皇帝驾崩了，太子不知所踪。需要立即收拾东西，咱们赶紧离开。是，大公子。皇上驾崩对咱们家是好还是坏啊？不管怎么样，对镇北侯府都不利。战事进行了这么久，朝廷一点支援的意思都没有，显然是想要损耗镇北军。剩下的话赵真没有说，他觉得朝中或许有人和鲜卑合作，否则战事不会打成这样。赵真还真有个怀疑，觉得朝廷似乎在等什么契机。从前他没有想明白，现在皇上死了，太子不知所踪，一切好像是浮出了水面。我要立即离开，秦婉，你在山上照顾好自己。好，你不用担心我。赵真，京城有消息了吗？皇上驾崩了，太子不知所踪，我要立即下山。赵真，我和你一起走。好。赵真，你等等啊，我去取个东西。秦婉很快把火药的配方写好，然后拿出来交给了赵真。这个东西你拿着，对你有用。这是火药的配方，那东西的威力你是见过的，不过用的时候要注意安全。秦婉说完，又把一个手榴弹塞到了赵真的手里。这个你收好，注意事项和使用方法都写在上面了。好。赵真这次离开，带走了赵荣和谢玉安，赵二叔和二婶并没有离开。考虑到秦婉的身边也需要人保护，实则是跑腿的。赵真把史册留了下来。史册虽然很想和赵真离开，但山谷也同样重要，这里藏了大批的粮食，还有众多家眷在。此外，山上的秘密也不能被人发现，所以他就安心的留了下来。另外还留下了200名士兵守护这里。什么？赵荣回来了？表小姐，是的，三公子和大公子一起回来的。奴婢听说三公子吃了大苦，额头上都被刻了奴字呢。知道赵荣住在哪个院子吗？这个奴婢不知。你去打听清楚了。是，表小姐。老三说的是真的吗？父亲，秦婉比三弟说的还要聪明，我这次能逃出燕北城，也是秦婉的功劳。哦，你仔细说说。于是赵真把当时的情况说了一遍。真的有如此威力？是，儿子亲眼见到的。四王子手下的石围就是被此物炸死的。好，真是太好了。父亲，秦婉给了儿子方子，咱们可以制造出来。看来秦氏对大郎你是真心的，竟然和你一点都没藏私。秦婉是个好的。好，研究新武器的事就交给你了。好的，父亲。这事要保密，除了我之外，你二弟也不要告诉。是，父亲。皇上驾崩，太子失踪，恐怕商朝要乱起来了。太子示弱，恐怕现在已经不是失踪那么简单了。父亲，那我们侯府要怎么办？孩儿一直觉得胡人这次来的蹊跷，他们似乎在等一个契机。大郎，你很不错，你的直觉不错。胡人这次兵临城下，确实是受了晋王的意，双方达成了交易。怎么会？二皇子怎么会？父亲，这是他们商家的江山啊，他竟然如此。那也要他能继位才是他的。现在嘛，他怎么会管北地百姓的死活？况且他的目的也是想削弱咱们赵家的势力。这次战役，咱们损失的人就更多了。赵真想到战争死掉的人，心沉了沉。父亲，那咱们现在要怎么做？
我这次把燕北城的粮食偷了出来，梁国四王子率领的大军恐怕坚持不了多久了。现在咱们什么都不要做，在胡人没有进攻的时候，要休养生息，保全实力。此外，也要看看京城会有什么命令，就是不知道齐王和晋王两人到底是谁能胜出了。父亲，咱们要投靠齐王吗？大郎，此事我们不投靠任何一人，我们只需等待时机即可。好，父亲。秦婉当初救的人中有一人是京城的谢玉安，谢太傅的那个状元孙子谢玉安。秦婉在奴隶市场买回来的。确定是谢玉安？他人现在在哪儿？谢玉安和我一起回来的，他担心京城的谢太傅想要回京呢。走，带我去见见他。好。下官谢玉安拜见侯爷，也多谢侯府的搭救。谢大人不敢当，不知道谢大人被困燕北城，否则我早就派人前去搭救了。这次多谢侯府的大少夫人的搭救，把我从胡人的手中救了出来。说起来，赵大公子还真是好福气，娶到了这么有才智的夫人。又来了，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又来了。他突然觉得秦婉这个女人有点招人呢。阿婉她这人一向是心善，对谁都是一样的。阿婉，这个大儿子难道对秦氏动心了？还有这个谢公子是怎么回事？好像不纯粹是感谢呀。这时候特意提出秦氏是什么意思？怎么感觉这俩小子之间气氛不大对劲呢？是，赵夫人是个心善的。谢公子请这边坐。侯爷请。三人都落座之后，谢玉安担心祖父的安全，开口道：侯爷可知道如今京城的局面？皇上驾崩，如今是柳贵妃和二皇子掌握了朝堂，皇上没有遗诏，太子又在此时失踪，恐怕京城还有一番争论。齐王和晋王早就不睦，恐怕还有一番争斗，太子恐怕已经凶多吉少了。侯爷，下官有个不情之请。谢大人不必如此，本侯爷能帮的一定帮。侯爷，我想回京，不知道能否派人护送我回京？还有我的仆人流落在北地，侯爷能否帮忙寻找？谢府的仆人好找，就是谢大人此时回京，恐怕危险重重啊！京城的局势瞬息万变。侯爷，我祖父就在京城，不回去看看，我的心里难安呐。那好，既然谢大人坚持，我就派人护送你回京城。侯爷大恩，谢某会记在心里。秦婉在山上开始了养胎的生活。秦婉觉得现在日子过得不要太爽了。秦婉当时把火药的秘方送给赵祯，还真不是多喜欢赵祯，而是希望赵祯可以借助火药的威力，把胡人赶回草原去。秦婉也希望这片土地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。热乎乎的房间里，二夫人带着赵晴和秦婉三人正在做针线活。阿婉，这里的针脚要细一点，还有这块要包进去，小孩子的皮肤娇嫩，否则会磨皮肤的。二婶，看来这做针线也是讲究天分的，针线活就要多练习。咱们现在才是缝补，还没绣花呢。大嫂，你从前没有学过针线吗？我从前在舅舅家，并不受重视。阿婉，我听说你舅母刘氏也是大户人家出身的姑娘，她没有教过你吗？我舅母这人除了在舅舅回来的时候对我好一些，其他时候并没有善待我。大嫂，那你吃了不少苦吧？算起来嫁进侯府的日子也不算是太苦啊，只不过呢是被人忽视罢了，至少不用伺候人。阿婉，你放心，无论是针线还是如何管家，我都会教你的。二婶，我就简单的会一些缝补之术就好。阿婉，你是大郎的正妻，后宅的弯弯绕绕你一定要懂，针线只是一方面，你另外要学的是礼仪规矩，还有如何管理后宅，如何管大郎后院的小妾。其实这些事要阿婉你的母亲教你的，可是你年幼丧母，你舅母又没有教你，现在就由我来教你，正好你和晴儿一起学一学。二婶，我还要管理赵祯的小妾。阿婉，你是不是觉得没必要和那些女人抢大郎？那你想怎么办？直接把你的正妻之位让出去？二婶，你对我好，我才和你说了我的真实想法。我其实想要和赵祯和离的，然后带着我的孩子单独生活。大嫂，你不能这么傻啊！晴儿，你和你大嫂说一说女子和离之后的风险。大嫂，就算是你和大堂哥和离了，孩子你也是带不走的。况且你没有娘家，你和离之后自己要怎么生活？我可以自己过啊。阿婉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天真，可是这时候一个女子孤身在外本就不安全，况且你又如此年轻，也很容易遭受贼人的惦记，那些流浪汉和老光棍都会打你的主意。那我可以买仆人，这样就好了。阿婉，你买的仆人见你一个弱女子，若是起了歹念，你更是危险。秦婉此时也郑重起来。是啊，是他想的太简单了。阿婉，你想和大郎和离，就是因为表姑娘吗？听说他和赵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的，赵祯又对他情根深重，我这插在两人之间也太别扭了。阿婉，你喜欢大郎吗？他虽不错，但是我不喜欢他。那你有喜欢的男子吗？没有。阿婉，既然如此，那你就更不能和离。娘，你好像很开心啊。阿婉，晴儿，我现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是心不在夫君身上，日子会过得更自在。
这话对赵晴的冲击很大，她一下子就想到了父亲。她现在怀疑母亲对父亲的感情是什么。秦婉也是震惊的，她没有想到二夫人这个纯古人竟然有这么先进的思想。这时候三妻四妾很是寻常，你们若是不把情爱放在心上，那你会发现丈夫纳了多少小妾都无所谓。此外，若是哪个小妾嚣张，你们只要保证正妻之位，就可以随意卖了他们。阿婉，你不要小瞧了正妻之位，这是多少女人想求的。就算大郎心有所属，那又怎么样？宋芷柔恨不得你主动退出呢。阿婉，你是可以干脆的和离，可是你的孩子怎么办？留在赵家，一个没有亲生母亲照顾的孩子是活不久的。就算侯府让你带走，可他的身份呢？这时候都讲究宗族的力量，贫苦人家的孩子是很难出头的。难道你要让你的儿子碌碌无为的一辈子？二婶，你说我不应该和离，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舍弃我的孩子的。为什么要和离？你是侯府的大少夫人，是未来世子夫人，更是未来的侯夫人，这是你该得的。你不仅要坐稳这个位置，你若生的是儿子，还要让他当世子。是啊，他凭什么要给别人腾地方呢？母亲，难道大嫂要看着大堂哥和宋芷柔恩恩爱爱吗？那也太苦了。你呀，还是太天真了。情呀，爱呀，哪有长久的？不过是几年光景罢了。阿婉，你完全不用担心大郎，都说他多喜欢表姑娘，我看不是那么一回事。从前只见的表姑娘追着大郎跑，脸面也是不要了。你放心吧，他们长不了。二婶，我要好好想一想。你想吧，你会发现我的意见最好。我作为过来人，告诉你的都是最实际的。其实对付宋芷柔一点也不难。娘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投其所好罢了。知道大郎喜欢什么样的女人，阿婉你就多找几个类似的，添到大郎的后院，只要看他们斗就好。这个主意不错。你平时不想见大郎，还可以多找几个小妾，让大郎没时间找你。另外，小妾的卖身契一定要攥在你的手里，好拿捏他们。赵晴再次震撼了，母亲为什么会这么讨厌大堂哥？你正好可以眼不见心不烦，大郎得到的所有军功都是你的，到时候诰命夫人的头衔还是阿婉你的，你可不能做傻事啊。二夫人又说了一长串的道理，秦婉才成功的把她送走了。回去的路上，赵晴看着二夫人，娘，那你对爹呢？你爹是好人，但是娘告诉你，我最爱的是你和义儿，其次是我，你爹排最后吧。娘，我保证不会告诉爹的。他没说的话是，在他最绝望的时候，救他的人不是丈夫，而是阿婉。若是阿婉没有买下他，他恐怕是活不了了。他相信，若是他的清白没了，丈夫也不会再接纳他。虽然不想承认，但这就是事实。秦婉努力消化二夫人的话，突然觉得二夫人说的也是有道理的。她不能舍弃她的孩子，看赵真这样，也是不能放弃孩子。那她就站着正妻的位置吧，把她孩子的身份站着。秦婉想通之后，心里反而是平静了许多。一直犹豫的事情放下之后，心境就不一样了。春彩，你去县衙那边把信送给赵荣。姨娘放心，我会把这信送给三公子的。好，快去快回。宋芷柔这边的心病就只剩下赵荣这一个人了。表哥这边他已经搞定了，他不过把表哥灌醉，就解决了失身之事。宋姨娘，表弟，你怨我是不是？宋姨娘，这是哪里话？什么怨不怨的？表弟，那你为什么不喊我表姐，而是叫我宋姨娘？你现在不就是大哥的妾室吗？我这么喊你有什么不对？表弟，你还是在怨我。当时马突然向前出发，我在马车里根本没有办法制止马，加上胡人冲上来，我也是害怕极了。表弟，我是要救你的，你要相信我。赵荣不敢相信他听到的，他要不是亲眼看到了马鞭动了，恐怕还会相信表姐的鬼话。表弟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是你表姐呀。宋姨娘，过去的都过去了，不必再说了。表弟，那你能不能对这事保密，不让表哥和姑姑知道？宋姨娘放心，我既然没和大哥讲，以后也不会多说一个字。表弟，谢谢你。宋姨娘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说完，不管宋芷柔的反应，他大步流星地离开。宋芷柔看着赵荣的背影，眼中却充满了狠厉。没有听错，表妹要求老三有事不能让我和母亲知道。是的，大公子，宋姨娘是这么交代的。赵真沉思起来，赵真对自己的酒量很清楚，那一日只喝了几杯，怎么会睡得那么死？这说明表妹在他的酒里下了药。许佑，你继续盯着表妹，看看她又见了谁，说了什么话。是，大公子。许佑本来还很奇怪，就是感觉大公子对表姑娘冷淡了许多。表姑娘大张旗鼓的让所有人都知道她和大公子圆房了，大公子怎么一点都不开心？而且自从那日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进过表姑娘的房，后来更是还让她监视起了表姑娘来。今天终于知道了，
表姑娘还真不是善茬呀。来人，大公子，你去幽州城一趟，去药铺买一些补药回来，适合孕妇用的，特别是百年人参，再买一些柔软的料子，大人和孩子都需要，要快。是，大公子。墨轩离开之后，赵真又骑马离开了，去了锻造营。最近一段时间，赵真一直在研究火药。宋芷柔知道赵真晚上又不回来的时候，非常失望，她把茶杯扔到了地上。姨娘，大公子现在正忙，也是侯爷给大公子安排了任务。现在城外的胡人虽撤走，但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。你都知道的道理，我难道还不知道？我需要你教？姨娘，我不是这意思。哼，最好是这样的。对了，让你查的查清楚了吗？秦婉现在的藏身之处有眉目了吗？姨娘，我真不知道。大公子身边的人嘴巴很严，你去找小安子，用话套一套他。姨娘，小安子那人精着呢，他平白无故的不会告诉奴婢的。那你就不会想一想办法？你这容貌就不错。萧校尉，大公子传来消息。哦，是京城又有什么消息？最新传来的消息，晋王登基为帝。晋王怎会是他？那齐王呢？具体情况不知道，只是晋王拿出了一份诏书，齐王现在还没有动静。不过朝中要和梁国议和了，朝中会嫁一名公主到梁国。公主不是郡主，具体的消息还不清楚。大公子也在等消息，看看朝中如何定夺。好，这我知道了。史册又拿出了一张字条。萧校尉，这是大公子让你找的材料，暗中寻找就好。萧景睿看到上面的萧石和硫磺，虽然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，还是答应了下来。好，送走了史册之后，萧景睿没由来的烦躁起来。按理说嫁的是公主，不是郡主，他不应该如此惊慌，只是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不可能是他。我离开京城这么多年，不知道他在京城过得怎么样。你们知道镇北侯在什么地方吗？高公公原本也是谨慎的性子，只是他时间怕是不多了。他在路上耽搁得太久了，若是他在这里还磨磨唧唧的，那真是救不了太子了。你为什么要找我们大将军啊？萧夫人，我有要事要拜见镇北侯，不知道这是哪儿，我怎么走才能找到人呢？我叫秦婉，我夫家姓赵。你夫家姓赵，镇北侯也姓赵，你们是不是有关系啊？我夫君叫赵真，是镇北侯府的大公子。太好了，终于找到人了。这时候门外传来了脚步声。高公公，您怎么会出现在北地？你是顺安伯府的小郎君。高公公，现在哪儿还有顺安伯府？既然你们认识，那更好说话了，我就先离开了。遂太城军营，镇北侯跪地听着圣旨，这是新皇下的第一份圣旨。镇北侯听到了旨意上的内容，也是气愤不已。新皇这封圣旨就是斥责镇北侯的，怪他守城不力，害得商朝丢了5座城池。现在圣旨不仅撤了镇北侯府的爵位，还降了镇北侯的职，由从前的正2品将军降到了正4品的都司。若只是如此，赵南萧还不会这么生气，皇上竟然还要他的家眷进京，这就相当于是送家眷去当人质了。赵南萧，接旨吧。臣接旨。传皇上口谕，赵都司守城不力，害得百姓流离失所，需在众位将士面前领50军棍，以儆效尤。微臣领旨。将军，侯爷。好些将领都是愤恨地看着刘公公，他这是在打镇北军的脸，打了大将军就是打了这些士兵。他们苦苦支撑的战士，为商朝守好国门，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功劳，现在竟然还受到了如此屈辱。赵家的爵位已经没了，以后不要喊我侯爷，此外将军这声称呼也不可再喊。开始吧，皇上命令咱家亲眼看着赵都司受罚。刘公公，都司大人身上有伤，不知道本将能否代劳。有一人站出来之后，就有其他人站了出来。难道你们想抗旨不成？赵南萧在众位将士面前结结实实地挨了50军棍。刘全见赵南萧这么老实，心里很得意，他觉得先皇完全是多虑了，还说镇北侯是北方的老虎，哼，真是无稽之谈。爹，你醒了？现在外面怎么样了？爹，咱们真的要撤走吗？北地就真的不管了吗？爹，我按照方子研制出了火药。大郎，那东西先留着。爹，新皇不顾咱们北地百姓的死活，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啊！爹，娘在幽州城，不能让她被带走，咱们要尽快去把娘接回来。我着实没想到新皇会这么沉不住气，没想到他的手段会这么直接。爹，要不然咱们反了吧？造反没有名目，不仅会被天下百姓唾弃，也名不正言不顺。况且现在齐王还按兵不动，反了又谈何容易？赵真一时间也沉默了下来。他们赵家有兵，但是无端反了朝廷，其他地方的军队或许也会围攻镇北军。南面的军队过不来，但是西北可是有齐王的军队，到时候镇北军或许还真是会腹背受敌。大公子，萧校尉来了，快请他进来。
末将参见侯爷。都是自家人，景睿不要客气。萧景睿从怀中拿出来一封信。侯爷，大少夫人救了一名老人，那人正是太子的大阪高见，这是太子给您的信。赵南萧接过信，快速地看了起来。好，好，好，真是天不亡我赵家。大郎，你娶了个有福气的媳妇儿啊！赵南萧得了太子的信件，心情大好，他终于有了名目，可以发兵去长安了。去救先太子就是最好的由头。外面的纷纷扰扰，秦婉不知道，她此时正在生孩子。生了！阿婉是个男孩。秦婉生产过后，又喝了一碗鸡汤，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。但是她没有睡多久，就被孩子的哭声吵醒了。阿婉，孩子应该饿了，你喂点奶吧。秦婉在二夫人的指导下，费了好一番功夫，才让小婴儿吃上奶。阿婉，这小子是个力气大的，你瞧瞧这小模样。二婶，这孩子太丑了，要不是山谷没有别的婴孩，我都要怀疑这是不是我的崽。你呀，胡说什么呢？孩子出生之后就没离开过我的视线。再说了，刚出生的孩子都这样，你养些日子就好了。生都生了，得要养着啊。哎，行了，你喂孩子，我去给你做晚餐。二婶，谢谢你了。阿婉，咱们就别客气了，以后别把谢挂在嘴边了，咱们是一家人，说谢就外道了。二婶，我知道了。秦婉看着小婴儿的脑袋，就觉得这小子的头发有点像家里养的泰迪，像是个小卷毛。仔仔，你该不会是个羊毛卷吧？秦婉觉得他不是羊毛卷，赵真也不是羊毛卷，为什么这小子的头发这么弯曲呢？大嫂，什么是羊毛卷？就是头发卷曲，就是羊毛卷啊。大嫂，小侄子的头发确实好玩，像小狮子一样。小狮子不错，要不然就给他起这个小名吧。大嫂，我是说着玩的，我不是想他叫这个名字，我看挺合适的，起个小名也好，总不能总是仔仔仔仔的叫嘛。小狮子，小狮子，你喜欢这个名字吗？谁料这个时候，闭着眼睛吃奶的小婴儿竟然睁开了眼睛，还摇晃了一下小脑袋。大嫂，小狮子喜欢这个名字哎。这小子摇晃脑袋，难道是不喜欢？可是他这么小，应该听不懂人话吧？小狮子总比卷毛好听，就小狮子吧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秦婉就在家里坐月子。这期间，多亏了二夫人和赵琴的照顾，秦婉才能过得这么舒服。这天到了孩子满月的时候，自然环境简陋，秦婉还是给小狮子办了满月宴。是护卫，不好了，山下有一群人正往山上走。什么？山下大概是多少人？这些人是胡人还是汉人？距离太远，看得不是很清楚，看样子有几百号人。大少夫人，你怀疑咱们藏在山上这么久，胡人一直都没有动静，现在突然有人上山，这些人还真是不好猜。史策想到了送去穗太城的信，心沉了沉。大家回家去准备东西，要快，重的东西就不要带了。除了前面的路，还有别的通道吗？离开山谷的路？有的，大少夫人。好，现在山上的守卫有多少人？史策没有说隔壁山谷的人，那边藏着很多贵重的物品，不能暴露。山谷这边守着的人有32名士兵。好，留下20人断后，剩下的人呢带着婶子们撤退。大少夫人，我留下来，你赶紧带人离开。不用了，我留下来，你尽快带人撤离。大少夫人，按照我说的做。是。史策，你熟悉路，赶紧带人离开，剩下的20人跟着我。好。阿婉，你不和我们一起走？二婶，你帮我带着小狮子。大少夫人放心，我就能看好孩子。好，别耽搁了啊，你们赶紧走。史策这时候也不再迟疑，毕竟山谷中的妇孺很多，于是立刻带着这些人撤退。秦婉看着剩下的20多个士兵，你们等我一下，然后直接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从角落拿出了他做的炸药。这些东西你们应该没见过，到时候看我怎么用，你们就怎么用，明白了吗？大少夫人，这是什么呀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是李二牛。李二牛，好名字。李二牛，你现在就是这20人的小队长，一会儿呢你就跟在我身边，看我怎么用这武器。好了，到了咱们埋伏的时候了，咱们去入口那边埋伏。大少夫人，这些人会不会是大公子派来的人？这些人不是汉人，虽然他们穿着汉人的衣服，可是他们好像是知道路一样。是啊，这就有意思了。大人，看来送消息的人说的真没错，这山上确实是藏着汉人。这破地方，要不是说赵真唯一的儿子在这山上，我才不来找人呢。大人，那地图上标记的这么清楚，山上又都是妇孺百姓，咱们这次进山真是赚大了。汉人呢，就喜欢窝里斗。大人，你说的对，正好听说山上的都是妇人，咱们也能乐一乐。都小声些，咱们这次是乔装来的，不能被发现。二牛，等人进入到入口这儿，先别着急动手，等到后面的人都进来了，你们再把大石头推下，把路口堵上。大少夫人，咱们只有20人，敌人的数量太多了。一会儿呢，就按照我的要求去做，你们听我的口令就好。好。秦婉这时候看到远处有人举起了小旗子，他知道胡人已经全部进入了通道，于是也扬起了旗帜。很快，山上的两侧就有巨石滚落。有埋伏！有埋伏！有埋伏！先停下！大少夫人，这是什么呀？威力如此大！按照我的方法，你们照做，别全扔到一块儿，
分散了去扔。于是甬道上不断传出了砰砰的声响。向前冲！这时候，一些没死的也跟着洛刚一起往前方跑去，因为后方的路已经被堵死了。秦婉带人袭击了他们之后，就又立即带着人往回赶。这次袭击一下子就伤到了敌人1多半的人。这时候，洛刚刚带着人跑出了甬道，直接就有一波箭雨向他们袭来。很快，帮忙逃出来的胡人士兵又倒下了一小半。箭矢的数量有限，所以射击了一阵就都停了下来。不要白费力气了，你们这几个人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对手。大哥，咱们手里的东西扔不扔？你们看我的，我先做，你们学会了再扔。大少夫人说这东西珍贵着呢，得省点用啊！大哥，我听你的。大山哥，我们也听你的。王大山的手法很准，洛刚眼瞅着一个黑东西丢了过来，还没有等他反应，一声巨响，他整个身体直接被炸飞了出去。刚跑出来的100多号人，现在损失的就剩30多人了。秦婉的炸药毕竟有限，而且这个时候人员分散了，再用炸药就浪费了。于是剩下的10名士兵也纷纷拿起刀和胡人拼杀起来。秦婉带着10人下山，就见到这个场景。大少夫人在这里藏好，我带着人过去帮忙。行，你们快过去帮忙。胡人的士兵剩下的虽然比秦婉这一方多，但他们现在已经吓怕了，很快就落入了下风。大少夫人，我们赢了。很好，你们很厉害。还是大少夫人的武器厉害。现在咱们得要进入通道那边看看，就怕胡人没死透，咱们得要过去啊，去补几刀。大少夫人这个人有点猛啊！果然，这些胡人中还真有当初是被炸懵了，慢慢苏醒过来的。确定没有活口之后，秦婉才有吩咐：李二牛，你带10人一组；王大山，你带10人一组。现在开始把这些人的尸体都挪到一起，然后把身上值钱的都搜出来，还有兵器，全部都归拢到一起。钱财是谁搜到就是谁的，武器统一给我，我有其他安排。尸体也要埋了。大少夫人，那些胡人，我们为什么要埋了他们？秦婉其实更想烧了，只是这样一来会有大量浓烟，山上的位置就暴露了。尸体不处理啊，这几天就会恶臭不止的。山谷这里最好不要破坏。大少夫人说的对。史册带人来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众人一起忙碌的样子。他们这一方的20人都还活着呢。大少夫人，这些人都死了？都解决了。你回来了，二婶他们是不是没走远啊？半路上看到了老虎和野猪，我又带人回来了。这运气也没谁了。那就再去叫一些人回来，然后你带几个人把前面的山谷入口那边都堵死了。是。史册把靠近入口那边的脚印痕迹都清扫干净之后，回来和秦婉禀报：大少夫人，山下并没有动静，也没有看到胡人的踪迹。好，今晚上咱们再住一夜，明天咱们就离开。是。翌日，秦婉带着这些妇人走的都是一些小路，就是害怕被胡人发现。但是众人走了许久，还真没有发现有胡人士兵的影子。走了1天的时间，他们终于到达了一个安静的村庄。史册派人去打听之后，发现整个村子都是空的。大少夫人，咱们晚上就在这个村子安顿吧。好，正好这天也都累了。大少夫人，现在外面的情况好像不对头，我晚上出去打探一番吧。是不正常，胡人怎么没了？他们那边发生什么事了？行，那你带几个人去打听看看是怎么回事。好。此时的秦婉还不知道赵祯和镇北侯造反了，而且胡人现在也乱了起来。鲜卑和扶余因为草原放牧的事也打起来了。赵祯和赵南萧都率领了军队离开，赵祯不在，送到赵祯书房的信件还真被宋芷柔看到了，这也是秦婉等人位置暴露的原因。二叔，史册回来了吗？还没呢，估计是不好打听。大少夫人，史护卫还没回来，不如我带人去寻一寻。不用，咱们先休息，这个时候人分散了更不好。好。二叔，你们有这附近的鱼图吗？鱼图没有，不过附近这一带我大致是清楚的。大少夫人想去哪儿，我也熟悉一下。二叔，不知道萧氏和硫磺哪里可以寻找到？阿婉，你要这东西干什么？咱们的人太少了，这还都是女人居多，所以我得要做一些前日爆炸的那些东西。大少夫人，那东西管用，咱们多做一些出来。阿婉，这东西若是给大哥他们对敌，应该。二叔，方子上次赵祯离开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给他了。阿婉，谢谢。阿婉，我是想着大哥他们有这些武器，就可以很快把胡人赶走，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回燕北城了。二叔不必说谢谢，咱们是一家人。大少夫人，这2种材料不好弄，现在城里咱们进不去。我知道的，咱们只能找天然的。天然的？哪里找？硝石在一些干燥的地区出现，沙漠、荒漠等地啊较为常见，那些距离咱们太远了。另外呢，就是海岸线附近的地区，海水中含有大量的硝酸盐，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硝石。海边啊？咱们这里距离海边近的地方就是辽西郡了。其实硝石还有个地方会出现。哪里？那个地方有些脏，一般人受不了。到底是哪里啊？阿婉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管得了脏不脏吗？其实硝石还可以在旱厕附近找到，可以挖掘那儿的土壤，筛选出硝石。赵二叔作为侯府的二爷，以前可是很爱干净的。
他着实还忍受不了去挖厕所。李队长，现在事情紧急，咱们也需要制造出武器，没有材料可不行啊。大少夫人放心，我这就派人去找消石，正好咱们现在就在村子里，我带去挖。李队长，你很不错啊，执行能力这么强，前途不可限量，将来一定是个大将军。大少夫人放心，我这就派人找。好。李二牛快速转身离开，兴冲冲的走了。阿婉，我也没听你说什么，为什么李二牛好像很振奋啊？二叔，这呢就是画饼的威力。画饼什么意思？二叔，消失有人去找了，咱们还差硫磺。硫磺不会也在什么稀奇古怪的地方吧？不会，硫磺一般是在河流、湖泊或者是海洋中出现，不过温泉附近也有。咱们北地有温泉吗？在穗太城以南，那边有个西乐山，围绕着那几座大山就是穗太河。硫磺或许可以去那边碰一碰运气。史策是中午的时候回来的，然后就给秦婉带来了一个重磅消息。二爷，大少夫人，咱们侯爷反了。什么反了？史策，你仔细说一说。是护卫，你仔细说说是怎么回事？还有太子的消息吗？高伯，先太子和六皇子都被新皇处死了。早该想到的。靖王和柳贵妃是个狠毒的。史策，你仔细说一说外面的情况。史策把打听到的消息说了一遍。就是这样，侯爷没想到皇上竟然放弃了幽州以北的地区，全都给了梁国。而且新皇残暴，不仅杀害太子和六皇子，就是朝中反对他的老臣也被他杀了。谢太傅被他废了双腿，关进了大牢。此外，成王郡主商青子被封为长乐公主，和亲梁国。新皇这是倒行逆施。高公公沉默着没有说话，他现在心情很复杂。他没有想到镇北侯会造反，那他送去的那封信倒是真给了镇北侯添了助力。他想到先皇对镇北侯的顾忌，一时间不知道镇北侯是不是真的在等这个机会。秦婉看了高公公一眼，一下子就想到了其中的关窍。侯爷除了不满北地百姓受苦，长期受胡人奴役，还有其他原因吗？可打听出来，镇北侯府几代人多年镇守北地，先皇多年不给军饷粮草，侯爷都忍受了，自己解决的呢。这次反了，一定是有其他的原因。原来先皇还在的时候，靖王就勾结了鲜卑和突厥。去年胡人进攻商朝，就是靖王的意思。胡人削弱了镇北军的力量，突厥又在西北地区牵制住了齐王，这样他才可以顺利获得皇位。他竟然如此不顾商朝的百姓，如此恶毒。高公公听到史策这么说，对镇北侯的那一丝芥蒂也消失了。靖王确实不适合当皇帝。高公公的表情刚轻松一点，就感觉身上一热，伸手一摸，察觉到是小狮子尿了，他也不听了，起身道：小狮子尿了，我去给他换个尿布。说完，不等其他人反应，他腿脚利索的去了旁边的房间。高伯还真擅长带孩子，除了喂奶不行，真像个奶妈。史策，那侯爷他们现在的情况能查得到吗？赵祯现在在哪儿？他们什么时候造反？秦婉现在最想知道赵祯造反能不能成功。要是赵祯失败了，他得保证能活命；若是他好运的成功了，他就带着儿子去摘桃子。大少夫人，侯爷和大公子的动向还不清楚。如今穗太城是孟少将军镇守，咱们要去穗太城吗？不去穗太城。这次咱们消息走漏，还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差错。现在去穗太城，那就是自投罗网。大少夫人，属下把大少夫人生产和少爷满月的消息先后都传信给了穗太城，可是侯爷和大公子在年前就离开了，想必是之前属下送的消息被旁人看到了。看来是有人不想阿婉和小狮子活着，还能是谁？一定是大郎后院的女人呗。表姑娘是不是在穗太城？大少夫人，宋姨娘早就在穗太城了。大公子之前受伤了，宋姨娘就从幽州赶到了太岁城照顾。史策说的也是小心翼翼，就怕秦婉听了不高兴。可是秦婉哪会生气？赵祯和宋芷柔怎样都和她没有关系，她又不喜欢赵祯。不过宋芷柔这个女人过界了。秦婉的双眼微微眯起，她眼中爆发出了杀意。大少夫人，宋姨娘不是大公子接过去的，那时候大公子突袭了鲜卑的王庭，回来的时候受了重伤，人都昏迷了。是侯夫人知道大公子受伤，做主把宋姨娘送过来的。阿婉，大郎不是那种儿女情长的孩子，你不要……你快闭嘴吧！现在宋芷柔还在穗太城吗？现在我也不知道，好久没有大公子的消息了。史策，你以后不要再给穗太城送消息了，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。是，属下明白。从现在开始，咱们的行踪呀更要保密，先不和侯府的人联系。是，阿婉说的对，现在大哥和大郎在外面打仗，一定还有其他人盯着阿婉和小狮子，不能让那些势力知道阿婉的行踪。二夫人说完这话之后，就盯着史策和赵二叔。你别这么看着我，好像我是个叛徒。放心，我知道轻重，我以后都不敢瞒着大少夫人了。你们放心。史策，去年我们在燕北城偷出来的粮食呢？赵祯都拉走了吗？大少夫人，问粮食做什么？咱们这么多人要躲个1年半载的，那粮食也不少。去年你们从地道带出来的粮食呢？粮食被大公子拉走了一多半，还剩下一些在栖霞山的山洞处。山洞的位置安全吗？没暴露吧？没有，那处山洞非常隐蔽。那好，粮食先放在那边，等咱们找到了新的窝藏地点，就把粮食一点点的转移。窝藏转移？
史策想到里面的宝物，又瑟缩了一下。大公子呀，你若是再不回来，您的小金库就被大少夫人没收了。好了，史护卫，你也忙了一晚上了，先找个房间休息吧。好。史策离开之后，二夫人问阿婉，那咱们以后要去哪里？二叔，你觉得西乐山怎么样？阿婉，咱们还要藏在山上吗？也就只有深山安全一些，咱们可以在西乐山打造一些房子，那边已经不是胡人的地界，要比栖霞山安全。而那边呢，还有碎太河，咱们生活也方便。好，听阿婉的。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。爹，北地那边传来了消息，秦婉和孩子不知踪迹，我想亲自去找人。大郎，你知道你现在的身份吗？父亲。大郎，你以后会是太子，也会是皇上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亲自冒险，明白吗？父亲，只是秦婉和孩子都没有消息，儿子实在是担心，若是不找，恐怕……大郎，你将来的身份贵不可言，我会再给你找名门贵女相配。父亲，秦氏真的很聪明，他就算在胡人的地盘也能够自保。大郎，你将来会是皇上，你不能有个身份有瑕疵的皇后。父亲，秦氏她是我的妻子，而且她很聪慧，又懂自保。大郎这是把秦氏放心里了。不行，秦氏不配。大郎，你要记住，你以后的女人会有许多，她们不过是你手中的棋子，切莫对她们任何一个人动心。父亲，儿子还想派人去找。好，派人给北地送消息，你不能亲自去，让人找到了就送来长安城。父亲，扬州、荆州、益州等地还没有归顺，儿子还想率兵把那些地方打下来，交给父亲呢。我儿有志气。在2月18的那一天，40岁的赵南萧登基为帝了，大商朝正式更改为大燕朝。娘，你看，养他没娘了。小狮子才说完这话，小老虎立即呜呜咽咽地叫了2声，这声音好像是在回应小狮子一样。娘，他可怜。小狮子才说完，小老虎又哇呜一句，好像在回应着小狮子的话。秦婉看了小狮子一眼，又看了一眼那个小老虎，他怎么觉得这2个幼崽好像能沟通一样？大爸，他可怜，没娘了。好，养着，养着。大爸好。秦婉走在最后，他时不时转身看向身后。说实话，他不太相信小狮子的话，他怎么能知道这小老虎没有娘呢？谁告诉他的？难不成还能是他怀中的那只小老虎？好在他们回来的路上都相安无事，这一路并没有突然出现个老虎过来抢孩子。娘，你给他喂奶。小狮子说完这话之后，小老虎也瞪着大眼睛看着秦婉。秦婉整个人都石化了，他觉得这个小老虎好像也能听懂小狮子的话。娘，小狮子你忘记了吗？你都不喝奶了，娘也没有奶水啦。娘，那虎头也喝羊奶。虎头？它的名字。小老虎呜呜2声。小狮子，你能听懂它说话？娘，你听不到。我能听到声音，可我听不懂啊，我们不是一个物种啊，儿子。你还能听懂谁的话？小狮子疑惑地看着秦婉。娘。秦婉知道他不能操之过急，小狮子还太小了，他问得太复杂，小狮子不明白。小老虎依偎在小狮子的身边，好似他俩是亲兄弟一样。秦婉突然觉得小狮子的这个名字起得不大对，当初应该选一个正常点的小名的。娘，虎头饿了。秦婉不再耽搁，脚步虚浮地去羊圈挤羊奶去了。此时长安城，史策终于是见到赵祯了。大公子，大少夫人和小少爷都好。真的是儿子？小少爷和大公子很像，很像。好，太好了。秦氏现在藏在哪里？为什么杨素去北地找人没有找到？你们怎么搬离了山谷？史策仔细地斟酌了一番，还是把当时的情况都说了一遍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大公子，大少夫人怀疑是表姑娘泄露了我们的行踪，因此才会躲起来。恐怕杨素去找人的时候，大少夫人是故意不出现的。表妹真的这么狠？还有，表妹什么时候有这个能力了？碎太城的将领到底谁是他的人？表妹一个内宅妇人，到底谁会任她驱使？想到徘徊在心底的猜测，让赵祯的脸色极其难看。赵祯在知道赵南萧要造反之后，就带兵出征了。从前还派人盯着宋芷柔的事，就这么不了了之了。只是没有想到，他离开之后，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。你说你给碎太城送了消息，不久之后，你们就遭受到了胡人的袭击。是，当初属下在大少夫人生产之后和满月之前，都给大公子送过消息。属下并不知道大公子已经出征，请大公子责罚。属下差点让少夫人和小少爷遇难，是属下办事不力。山上留的人不多，你们是怎么躲开胡人的追击的？大少夫人带着李二牛等20人断后，属下则是保护小少爷和其他村人离开。属下也没想到大少夫人会这么英武，她带着那么点人，就把几百号胡人都留在了山上。秦婉不是一般的妇人，她足够聪明，还能发明厉害的武器。想到史策已经进京有几个月了，并没有去找父亲，于是问：
你为什么没有和我父亲说秦氏的消息？史策抬起头看了一眼赵真，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实话实说，属下临走前，大少夫人交代了，她藏身的位置只能告诉大公子，就算是皇上也不能说。赵真想到父亲对秦氏的安排，就闭嘴了。他这时候真的佩服秦婉的敏锐。这事我知道了，位置除了我之外，你谁也不要说。史策其实觉得大少夫人太过小心了，他觉得皇上一定会非常想看小少爷的，只是没有想到现在大公子也这么说。史策顿时觉得现在的情况复杂了。墨轩，派几个探子去查宋芷柔到达翠泰城之后的事，所有的一丝一毫也不要放过。是。另外，挑选20个功夫厉害的暗卫交给史策，让他带走。大公子，你身边也不能没人，不知道史策要这些人干什么？这事不用你管，你把人交给史策就好。是。墨轩，以后咱们要多培养一些人，这些事都交给你了。是，大公子。墨轩离开之后，赵真又起身，打算进宫见一见赵南萧。赵真骑马走在长安城的路上，引起了好些人的注意。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大皇子赵真吗？我也看到了，大皇子还真年轻啊。是啊，我看着也是英武不凡呢。潘姐姐，你怎么不来看啊？你就不好奇吗？潘姐姐，大皇子真的很俊俏呢，真的不比3节之首的谢公子差呢。潘艳如听到谢玉安的时候，脸上那微笑的表情也落了下来。潘艳如想到了那个爱而不得的人，心中闪过怒色。不过想到他现在的遭遇，又觉得唏嘘不已。谢公子真是太可怜了，三公主就是个疯子，谢公子真是遭了大罪啊，被他折磨得不轻呢。哼，商文珠算什么公主啊？现在都改朝换代了，她呀只配在大牢里待着。夏妹妹慎言，这不是咱们能议论的。商文珠就是疯子，她竟然把文采斐然的谢公子变成了太监，那可是3节之首的谢公子啊！不就是谢公子不肯娶她吗？她仗着公主的身份就那么欺负人，谢皇也不是好人，杀了好些老臣，还囚禁恩师，哼，死了活该。赵真去了皇宫之后，最先去了坤宁宫。娘，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可是柔丫头那边有了什么好消息？是不是她怀孕了？娘，不是这个，是秦氏的消息。秦氏？她还活着？她还给你生了一个大孙子。大郎，这事准吗？真的是孙子？娘，是孙子，叫小狮子。听说那孩子和我长得很像，现在估计都会走，会叫人了呢。真的？那可太好了！我的大孙子呢？在哪儿呢？快给我带来呀！娘，你别着急，现在还有人想抓秦氏来要挟我，他现在藏起来了。那不行，告诉你爹，多派一些人把他们都接过来。算算时间，我的乖孙孙应该1岁多了，应该会喊人了，就是名字起得不好。小狮子，名字太凶了。娘，父亲那边对秦氏有些意见，平时你帮着说些好话。怎么可能啊？当初不是他要死要活的让你娶的人，现在又有意见了？不过秦氏的身份确实配不上你，但是她不管是什么身份，先接回来吧。她一个女人在外面总归不安全。娘，当初你为什么要抛下秦氏？大郎，你听我说，我没有抛下她，我有让柔……也不是。大郎，你不要多想。总之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宋氏见赵真沉默着不说话，又劝道：“大郎，那些事都已经过去了，你不要多想了。秦氏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”好，不说这事儿了。娘，到时候你见到父亲的时候，多给秦婉说些好话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不过大郎，你不能对秦氏比柔丫头还好，你得知道里外。柔丫头才是你最亲的人，不能给她正妻之位，已经委屈她了，你得好好对她。娘，我知道怎么做。赵真向母亲透露了小狮子的存在之后，又去找了赵南萧。赵南萧知道秦婉生了一个男孩之后，心中有些复杂。父亲，现在齐王的人还在找秦氏，儿子觉得应该立即派人把秦氏和小狮子接回来。秦氏这运气还真是好啊。父亲，小狮子和我长得很像呢。赵南萧听到大孙子和儿子长得一样，露出了笑容，但是想到秦婉的身份，赵南萧的笑容又落了下来。秦婉的身份尴尬，现如今这孩子的身份也尴尬。若是把秦婉贬妻为妾，那孩子就从嫡长子变成了庶长子了。大郎以后是要当皇帝的，那下一代的皇位争夺，他们赵家或许也会上演骨肉相残。一时间，赵南萧想得很远。赵真见父亲开始还笑着，现在又收起了笑容，试探地问：“父亲，我想接他们母子进京，秦氏一个人在外也不容易，儿子想接他到身边照顾。”大郎，你喜欢上了秦氏？赵真听到父亲那不悦的语气，连忙否认：“没有。”赵南萧怎么会相信？他看着儿子，好像是在看年轻时候的自己。爱从来都是愚蠢的，爱情只不过是那人利用他的一个掩饰罢了。他不能让儿子走他的老路，他不想儿子被任何女人控制，对任何一个女人用情至深。宋芷柔不行，秦婉也不行。大郎呢？
接秦氏母子进京也可以，只是你身边的女人太少了，我会再赐几个女子入府，真希望有更多的孙儿。父亲，你以前不是……大郎，现在朝廷看似稳定，但是内里也是波涛汹涌，好些势力在观望，等着看咱们父子俩的热闹呢。而联姻就是最好的手段，这样才能平衡各方势力，你明白吗？爹，你的后宫是不是也要进些人？赵祯这时候已经不替母亲考虑了，他就是希望父亲的后宫也能用来平衡各方势力，而他的后院不需要，他不是重色之人，他更希望能有人在精神层面与他共鸣。大郎啊，我的身体情况你也清楚，这个位子早晚要传给你，这些事情还是要你来代劳。赵祯这时候也说不出反驳的话来，一切全凭父亲做主。不过赵祯也有自己的打算，因此嘴上答应的也是痛快。那就好，等功臣们分封之后，就是立你当太子的时候，你有时间也去东宫看看，有哪里不合适的就提出来，我吩咐将坐监去改。好，都听父亲的。行了，你下去吧。是，父亲。赵祯离开太极殿之后，大人，很快藏起来的暗卫就现身了。陛下，你派些人手，悄悄地跟着大皇子的人，看看秦氏是否有异常之处。陛下，异常是指试探一下，除了火药，他还有没有其他的武器？若是比火药还厉害，那就悄悄地带走秦氏，对外制造他死亡的假象。是，陛下。记住，这事儿要瞒过大皇子。是，陛下。暗卫离开之后，赵南萧又坐回到了龙椅上。这天下是他打下来的，不允许出现一点岔子。赵祯并不知道父亲的打算，他有些兴奋地出了皇宫。父亲答应可以接人，那就表示秦婉和小狮子可以来长安了。赵祯想让史册尽快出发，除了史册之外，赵祯还想派表哥萧景睿带领一队人马去接人。史册带领的护卫是暗中保护的，先不暴露出来。萧景睿听到要去北地，并没有迟疑，他也想去找人。陈王府的郡主商清慈至今还没有找到，萧景睿早就想离开了，只是没有合适的理由。啊，你的脸好酷啊！酷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时候，从屋子里窜出来一只大猫，不对，不是猫，是一只小老虎。此时，这只小老虎正龇牙看着他。虎头，这是自己人，别叫！小狮子做了一个坐下的手势，然后萧景睿就发现那只老虎幼崽乖巧地坐下了。你能听懂他说话？小狮子先是点点头，随后又立即摇了摇头，不懂。他想起了娘亲的交代，让他不要把自己的秘密说出去，不能告诉外人。他能听懂小伙伴们的话，小狮子的小伙伴就是山林中的小动物。萧景睿还没有感慨完小老虎，就见一只似乎是个小麻雀的东西在他头上盘旋，转悠了几圈之后，就落在了小狮子的肩膀上，然后瞪着绿豆一样大的眼睛看着自己。这是渣渣，我的朋友。渣渣好似是能听懂小狮子的介绍，叽叽喳喳的叫了2声。你娘呢？我娘在那边打铁呢。好。于是萧景睿抱着小狮子去找秦婉了。娘亲，娘亲。萧景睿，赵祯让你来的。走吧，回去再说。赵祯是让你来接我们回京的。秦婉率先问出口，他现在已经知道赵南萧登基了，当上了皇帝。小狮子是赵家的长孙，总不能一直窝在小小的山村中。秦婉觉得自己无所谓，但是属于小狮子的东西一定要拿到手。在这个时代，若是没有家族的力量，只能是任人鱼肉的社会底层，或许随时都有可能丧命。他不是标榜自己是大功臣，但是该属于他们娘俩的东西还是得要。他可不会清高的不要，然后苦哈哈的窝在小山村，自以为安稳的过一生。他秦婉就喜欢迎难而上，从前窝在山中那是没办法，谁让她怀孕又要生孩子呢？现在嘛不一样了，她的身体养好了，还有宋芷柔那个女人，也是时候收拾她了。是，这次大皇子派我来接你们回去，另外我要把其他夫人也接走，和朝中的大臣团聚。好，我去通知其他人家，几日后再出发。几日后？为什么不尽快离开？我还有点私事，要去找个人。萧景睿离开之后，小狮子就来到了秦婉的身边。娘亲，咱们要去找爹爹了吗？咱们要回京了呢。太好了，我可以见到爹爹了。娘，你说爹爹会喜欢我吗？山中只有小叔叔有爹爹，不过他有二爷爷呢，二爷爷也很喜欢他的。小狮子又自信了起来。娘亲，爹一定会喜欢我的。放心吧，娘会让你爹喜欢你的。虎头，咱们要去见爹了。虎头呜呜2声作为回应。咱们是兄弟，我爹就是你爹。秦婉发现
他好像看到了小白虎的眼睛一亮。阿婉，我听说咱们能回京城了。二婶，咱们能回去了。阿婉，咱们什么时候能走啊？二叔，萧景睿这次来接人，但是呢，他还要找个人，估计得要几天后才能离开。他除了咱们还认识什么人？这时候出去遛弯的高公公回来了。赵毅，你去找萧景睿，就说我知道他要找的人在哪儿。高公公不管别人诧异的眼神，直接往后院厨房走去。此时后院的厨房里正有一个忙碌的妇人，她是秦婉3个月前捡回来的婆子。秦婉看她的手艺不错，在她的伤养好之后就把她留了下来。平姑姑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景睿，6年不见了，你还好吗？平姑姑，青瓷呢？她在哪儿？郡主她不在了。不在了？郡主不堪受辱，自尽而亡。平姑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平婆婆就讲了当时的情况。当时成王受到侄子商云卓的要挟，也只能答应让女儿替嫁。事情就是这样，胡人都是畜生，他们根本不懂礼仪廉耻。郡主嫁给了梁国王慕容正齐之后，4王子慕容复又看郡主美貌，因此强迫了郡主。4王子不是好人，我看他早就对郡主有了非分之想，最后郡主就自枪了。萧景睿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商青瓷了。自从萧家被迫害之后，他就知道他和商青瓷是云泥之别了。可是他希望商青瓷好好的活着，希望他再找个如意郎君，平安成亲生子。谁料现在两人竟然是天人永隔了。他埋在了哪里？郡主死后，尸体被我埋在了沃书山。为了不忘记这个地址，我画了标记。萧景睿接过纸张，仔细地看了看，然后直接转身就走。平婆婆这时候来到了秦婉的面前。大少夫人，很抱歉，我从前隐瞒了我的身份。平婆婆又看了一眼秦婉，这双眼睛和郡主真的好像啊，他们真的没关系吗？大少夫人，我能问问你娘是谁吗？我娘的名字叫李春华。李春华，不姓夏。高公公在听到平婆婆说夏这个姓氏的时候，也是一个机灵。他就说，第一次见秦婉的时候，总觉得有点眼熟。若是他和夏家有关系，那或许就说得清了。我娘姓李啊，我舅舅是李国柱，从前好像是个参将，现在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。兴许是我认错了，大少夫人和我们郡主还是有几分相似的，尤其是眼睛特别像。秦婉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个小插曲，他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萧景睿的时候，这家伙当时愣了一会儿的，那时候就盯着他的脸看了一会儿，不过最后他被毫不客气地扔到地上了，估计那厮是发现他不是他想的人了，才扔得那么干脆。去长安的路上，陆大夫的孙女陆如银挤进了秦婉的马车。哎，我说你怎么不着急呢？你倒是问问大公子现在身边有几个女人呢？他身边有谁不重要。陆如银鼓着腮帮子，恨铁不成钢地看着秦婉。陆如银对赵祯是有那么点意思的，从前他见赵祯对秦婉另眼相看，在山谷中对秦婉就不大待见，但自从秦婉对抗胡人，救下山谷中的众人，陆如银对秦婉就改观了。你就算不为了你自己着想，也要为了小狮子着想啊！你也别怪我多嘴，大公子身份变了，身边的女人还真不会少，京城闺女太多了，你也替自己着急着急。你看看你头上那是啥呀？你这打扮比我这个村姑还像村姑。不至于不至于，你怎能是村姑呢？咱们这不是还没到长安吗？咱们才出发的，我就算已经打扮好了，那给谁看啊？那快到的时候，咱们在见大公子之前，先去置办点行头，尤其是你得打扮得好看些。两人又小声说了好久。行了，我就说这么多，你得往心里去。好，停车。秦婉把人送走之后，也是松了一口气。陆如银这小姑娘的心思很好猜，秦婉才见到她的时候就看出来了。不过这丫头的感情经验也不多，当初是赵祯救了她和陆大夫，赵祯长得不错，小姑娘就情窦初开了。从赵祯当初的反应来看，是陆如银单纯的暗恋，或者不应该是暗恋，那丫头更多的是崇拜，至少目前来看是这样的。若是爱，又怎么不想独占呢？这时候趴在小狮子身边的虎头醒了，虎头呜呜了2声。这时候萧景睿骑着马过来了。不要慌，前面遇到些人，很快就能解决。咱们遇到埋伏了？不至于，看那样子是一群毛贼罢了。那就好。萧景睿提醒一句之后，又骑马离开，向前方赶去。小狮子听到打斗声也醒了。娘，什么声音？没事，遇到了一些小毛贼，很快就能处理掉。娘，是坏蛋吗？小白虎呜呜2声，好似在回应小狮子。
你还太小了，你要长大一点才能打坏人。小白虎叫了2声，又呲了呲牙。你很快就能长大。秦婉看到儿子无障碍和小白虎交流，还是觉得惊奇。小狮子，以后有外人在的时候，不能和虎头说话，明白了吗？娘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只有你能听懂他说话，我们却听不懂，这样别人知道你的能力，或许会对你不利。娘，你们为什么听不懂？小狮子，你是特别的，你长大之后就会明白的。答应娘，以后有外人在的时候，不要让别人知道你能和虎头渣渣交流，好不好？好，娘亲。大哥，你说他们是什么人？管他是什么人，和咱们都没关系。哎呀，别看了，你去打水回来。好的，大哥。蜻蜓刚打完水之后，刚想离开，就看到小孩子中有个小子是爆炸头。他挠了一下自己那卷曲的头发，不可置信地看着小狮子。小狮子，你快看，你爹！这人是爹吗？他和我长得不太像啊，可是我们的头发一样。小狮子，那是你爹吧？你看你们头发是一样的。爹。不是，我不是你爹。咱们头发一样。我不是，我还没成亲呢。敢问公子叫什么？我叫秦婷。公子，你可认识秦婉？我堂妹就叫秦婉。我娘叫秦婉。好，找到堂妹了。大哥，大哥。不远处休息的人们不少，见到一个青年撒丫子的往回跑，还以为河边出了什么事呢。秦婉本来想着帮平婆婆做饭，想到小狮子也在河边，她来不及多想，也向河边而去。赵二叔和赵毅也急忙追了上去，几人动作都快，但是都赶不上萧景睿。他直接飞身，一眨眼的时间就已经来到了小狮子的身边了。小狮子从来没有看过人飞过，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巴，直到他被萧景睿抱在怀中，嘴巴还张得大大的。萧景睿在小狮子眼中成了盖世英雄，以至于后来赵真在小狮子眼前飞了多少次，小狮子还是觉得萧大伯更厉害。高伯，是发生了何事？高公公刚想解释，众人就看到了2个青年向这边跑来，2人中还有一个人一头卷毛。萧景睿看了看那个人，又看了看怀中的小狮子，要不是这小子的脸和赵真一样，他都要怀疑了。大哥，真的有阿婉的消息，我真的看到了小外甥。秦萧已经不怀疑了，他已经看到了一个穿着盔甲的男人，怀中抱着一个卷毛的小崽崽。秦萧根据头发就能辨别出来，他父亲和叔叔的头发都是正常的，但是他爷爷是个卷毛，自家弟弟也是个小卷毛，只是没有想到阿婉的孩子会这样。阿婉，哎，是你啊，真的是你啊！大堂哥、二堂哥，真的是你们啊！现在误会解除了，秦婉也带着秦萧2兄弟一起单独去叙话了。小狮子知道他还有2个舅舅的时候，很是开心，特别是有一个舅舅的发型和他差不多，这样他就不是独一份了，他不是奇怪的小孩，其他人也都不会嘲笑他了，他满意的不得了。阿婉，你在李家好不好？秦婉一愣，他回想了原主的那些记忆，一时间有些沉默。秦萧见秦婉没有开口，还以为堂妹和他还陌生，就岔开了话题。阿婉，你都成亲了，我和二弟都不知道，我们后来又去李家看你的时候，发现李家都搬走了。大堂哥，你们还去过李家？我们每年夏天都会去一次，可是3年前再去，发现李家搬家了，我们再也找不到你了。前些年你们真的有去看过我，还给我送了东西。我和二弟去了李家，也和李家的邻居打听过你，发现你过得很好，我们就放心了。就是不知道我们送你的小玩具，你喜不喜欢？没有，我从来不知道你们有来，我也没有收到任何东西啊。刘氏是个面热心苦的人，很会做表面功夫。秦婉很是疑惑，她能清晰地从原主的记忆中查到，刘氏那个舅母好像是在故意虐待原主。可是她是李国柱的外甥女，又不是私生女，其实犯不着对一个小姑娘如此。秦婉觉得这里面或许有她不知道的真相。秦萧不可置信，那管家答应我会把东西给你的。秦萧也想明白了，他们被骗了。阿婉，你舅舅他们是不是对你不好？李家人都不是好人。大堂哥，你成没成亲啊？没，我没成亲。那不着急，等到了京城，我给你找个好的。秦萧瞪得眼珠子都要出来了，到底谁是哥哥呀？堂妹竟然说要帮他娶媳妇儿，这是不是反过来了？这时候秦萧就听到了小孩子嘎嘎的笑声，一转头就看到2个爆炸头一起玩了起来。秦萧这才想起来问堂妹的婚事。堂妹该不是没了男人吧？否则孩子不会连爹都不认识。阿婉，你是什么时候成亲的？那孩子爹呢？是什么人？还在不在啊？在，还活着。小狮子的父亲叫赵真，他爷爷啊就是现在的新皇赵南萧。啊，好家伙，堂妹这是嫁了什么人家？小外甥是皇孙啊！先别想那么多没用的，你也知道赵家的身份变了，我现在的位置啊有些尴尬的。
阿婉，那你现在要去哪里啊？回长安城。秦霄又开始担心秦婉和小外甥的安全了。黄泉可贵，但是黄泉烫手，他们家的底子太薄了。大堂哥，你和二堂哥想要去哪？若是没有目的地，你们想要去京城吗？我们这次出来本来就是出来找你的，我们从普商郡那边一路找回来的。秦婉一呆，这个时候眼中竟然有些湿润。他不是一个人，他还有兄长。穆统领，咱们什么时候动手？让下面的人藏好了，包裹的严实一些，别让人认出来，晚上就动手。记住，不要真的伤了人，就是试探一样。穆统领放心，我们明白了。通知人下去准备吧。是。李卓的身影很快，差点踢掉了盘旋在一旁的鸟雀。穆青听到了一声悲愤的鸟鸣，想要伸手射出手中的飞镖，但是注意到了那鸟翅膀的金色，这不是随处可见的麻雀，这是大皇孙身边的小鸟，好像是叫渣渣的。穆青收起了飞镖，没有要了他的命。渣渣瞪着绿豆大的眼睛，惊恐地往回飞。穆青虽然好奇这鸟跟着他干什么，但是也没有把一只鸟放在心上。渣渣回到小狮子的身边，叽叽喳喳的叫了好半天。小狮子很疑惑，好些话不明白。娘，藏起来的叔叔要晚上动手，动手是什么意思？小狮子早就知道他们暗中有2群叔叔，那些人好好的在地上不睡，就喜欢睡在树上。小狮子没事的时候，就让好朋友渣渣去看看那些人在干什么。别怕，一切有娘呢。秦婉从小狮子的只言片语中已经知道了穆青等人的存在。至于史册带回来的人，他从第一天上山就告诉秦婉了。娘，那个统领说要试探一下咱们，他试探什么呢？你说试探？那个穆统领说的，他说不真伤人。人应该是皇上派来的人，不过赵南萧又想试探什么呢？蓦然，秦婉就想起了炸药。是了，一定是为这个而来的。赵南萧尝到了甜头，又知道火药的方子是我给赵真的，现在应该是试探我还有没有更厉害的武器。秦婉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腿上绑着的枪匣，看来以后要小心点了，不能暴露太多，否则或许还真的活不到小狮子长大。有了小狮子的预防，秦婉果真是不再出头。半夜的时候，穆青带来的人果真穿着夜行衣来袭击了车队，众人打的也算是刀光剑影。娘，你听，外面有声音。别怕，很快就没事了。小狮子，你别怕，有舅舅呢。秦婉想到这些人是要试探自己的，拉开车帘子。大堂哥，你快带着二堂哥离开我的车厢。阿婉，放心，我就是豁出去这条命，也会保护你的。你们2个赶紧上马车。既然赶不走，那就让他们进马车。秦萧2兄弟看了一眼打斗的人，这次没有迟疑，2人立即钻进了车厢里。萧景睿和穆青打起来的时候，就发现他的武功路数有些熟悉。等看到他的腰牌的时候，他都震惊了。你，穆青严肃着一张脸，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小声道：“奉皇上的命令，试探一下大少夫人。我答应表弟会安全带秦氏回去。皇上只让我们试探大少夫人是否还有更厉害的武器，我们不会要了他的命。”后半段的话穆青没有说。若是真的发现大少夫人隐藏了其他武器，那我们也不会客气。你说的是真的？萧大人放心，大皇孙还在其中，我们可不敢伤他。萧景睿心里也是这么想的，于是后面他就慢慢的弱了下来。穆青等人终于是占了上风，立刻有人大喊：“秦氏，拿命来！”然后不知道是谁下的命令，10几支箭齐刷刷的向车厢射去。萧景睿瞳孔一缩，他急忙行动，但也只是挡了2支箭。穆青也很是震惊，他没有想到真会有人射箭，明明计划中没有这一环节的。穆青带人撤走了，但离开的并不远，他还想知道后续到底有没有伤到小皇孙。萧景睿和史册几人飞快地奔向马车。大少夫人，你怎么样？刚才那些人功夫太高了，一看就不是普通人。看来回到京城得好好的和大公子禀报一下，让他注意到暗中有人要对小主子不利。萧景睿没有问，他直接拔下了射在车厢上的箭，接着想要把车门推开，然后就发现推不动。他把车厢门一拉，就看到了一层铁皮。好家伙，这马车还有机关。这时候秦婉在马车中按了一下，铁皮滑了上去。萧景睿就对上了秦婉笑眯眯的眼睛。你没事？我们都没事。萧大伯，那个穆统领离开了吗？什么穆统领？糟糕，小皇孙怎么知道那些黑衣人是穆青带来的人？难道他们之前就暴露了？可我还完全不知道呢。萧大人，小孩子乱说的。哎呀，糟了，万一听出小狮子了。这事你们不要和外人说，不要让人知道。你们知道动手的人是谁？史册也站在马车前，他自然也听到了小狮子的话。他的眸子闪了闪，他是赵真的人。这一刻他也明白了，皇上和大公子的利益并不是一致的。看来以后皇上派来的人也并不是全然可信的。从这之后的史册更加小心起来，就是面对萧景睿的时候，他也不是那么放心。他真的变成了秦婉的暗卫。之后赶路的日子，众人没有再遇到袭击。终于在1个月之后，娘，我们能很快见到爹吗？会见的。那爹会来接我们吗？
赵真会不会亲自来接他们母子俩，秦婉还真不确定。赵真的身份变了，况且从前赵真对他也没有几分情谊。不过秦婉觉得他和赵真不管怎么说也算得上是合作伙伴了，至少他给了赵真武器呢。至于秦婉给赵真火药的配方，秦婉倒是没有后悔，因为那时候他也只能东躲西藏的过日子，自己的安危都要小心翼翼的，单靠他自己的力量想要结束战乱太困难了。他没钱没兵没人，总之是个三无人员，保护自己都没有那么容易，更谈不上做出一番大事业。小安子见过夫人，这是小皇孙吧？长得真可爱。这是小狮子。大皇子已经期盼多时了，整日念叨夫人和小皇孙呢。那我爹怎么不来接我？他不喜欢我吗？那哪能啊，大皇子在皇宫呢，正忙着呢。小安子接到人，就带着车队往自家府中而去。大少夫人，这是皇上赏赐给大皇子的侍妾。趾高气扬的女人们蔫儿了，他们本来就是来见秦婉的笑话来着。看看这个土包子有多土的，谁料小安子竟然还称呼那个女人为夫人。韩清代只是扫了一眼秦婉，发现她不足为惧，他倒是把目光的重点放到了小狮子的身上，尤其看到小狮子的小脸的时候，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肚子。小狮子感觉有个漂亮的姨姨在看他就对着韩清代笑了一下。韩清代怔愣片刻，心倒是往下沉了沉，是个聪慧的孩子。你们好，我是秦婉。哟，小安子，她是夫人，那我们是什么呀？这位是我们大少夫人，大公子明媒正娶的夫人。小安子这话一出，让4个侍妾的脸都僵硬片刻。韩清代在刚才李佩兰开口的时候，就觉得这个人没脑子。韩清代上前走了几步，来到了秦婉的身边，盈盈一拜：“妹妹见过姐姐。”妹妹客气了，快起来。还不知道妹妹叫什么？妹妹真是好相貌，还有这身气度，看着就不凡。妹妹归名清代，家父正是户部右侍郎韩启山。韩妹妹果然是出自名门。妹妹轻言，见过姐姐。我祖父是御史大夫苏训。妹妹连梦，见过姐姐。家父正是军器少监朱茂生。两位妹妹客气了，快请起吧。2名侍妾也只是弯了一下身子，他们主动介绍，更多的是想秦婉知道他们的身份，倒不是多尊重秦婉。秦婉又不是傻子，自然知道他们的意思，否则只说自己的名字就好了，干嘛把老爹和爷爷都说出来啊？李佩兰觉得其他3人太没有骨气了，她是不怕秦婉的，也没有想要自报家门的意思。妹妹们也知道我才从北地回来，就先不陪妹妹们说话了。是妹妹们打扰姐姐了，改日有时间的时候，我们再去看姐姐。韩妹妹怕是有了身孕，自然是要好好休息，不用着急过来拜见我。韩清代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肚子，苏清言、朱莲梦2人的目光像是个雷达一样扫向了韩清代，就是李佩兰都是目光幽怨地看着韩清代。她来了这么久，还没有和大皇子圆房，韩清代竟然有了身孕了。谁怀孕了？宋芷柔被小丫鬟春霞扶着，气呼呼地走了过来。是谁怀孕了？这俩是一个类型的呀。哟呵，还真是正品和仿品都在了呢。赵真这小子玩的挺花呀。宋姐姐，韩姐姐貌似是怀孕了呢。韩清代确实是有了身孕，只是没有想到她会被秦婉看出来。本来她想着等3个月之后再爆出来的，她已经接到了内部消息，大皇子在1个月后就要被册封为太子了。她本想那个时候再暴露出这个喜讯来着，到时候侧妃的位置她也不是不能争一争。太子能有2个侧妃，1个名额已经被潘艳如预定了，剩下的那一个被宋芷柔看成了囊中之物。可是若是她有了孩子这个筹码，也不是没有机会的。但是现在竟然被秦婉暴露出来了，她很是气愤。